我仅仅只用了10年，便已修炼到这个世界的最高境界。本想逍遥快活肆意的享受人生，可谁曾想太子暴毙，老皇帝驾崩，我这个唯一留在帝都的皇子就被推上了皇位。哪知新皇登基第一天，所有人都骂我是废物皇帝。不但太后想要垂帘听政，各地藩王也是虎视眈眈，就连朝中大臣们也认为我是完美的傀儡。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一切只是我打发时间的玩物而已。而现在正是上早朝的第一天，见文武百官的目光汇聚在我身上，我这才想起我好像还是皇帝。早朝结束了吗？说着我打了个哈欠就要起身离开。这一幕让满朝文武都惊住了。刚才朝堂内吵得不可开交，党派相互弹劾，甚至爆出猛料，大家还以为我这个新皇帝沉得住气，原来是在开小差。御史大夫气得不行，对我的表现失望透顶。就在这时，帘后传来太后的声音：“既然陛下乏困，就暂且回宫歇息。朝政之事由哀家和诸位大臣商议。”此话一出，朝堂一片哗然，所有人都没想到他居然如此明目张胆的夺权，忠臣们牙齿都快咬碎了，满腔热血的开始新一轮辩论。百官看我真想走的样子更是鄙夷，内心骂我没有血性。其实这也不能怪我，我平日就是个混日子的皇子，哪知道朝政怎么处理。太后端坐于帘后，黛眉微蹙，她本想借我展现皇族威严，从而巩固地位，见我话都不说就想走，只好出言试探大臣态度，若不赶紧稳定朝堂，等其他皇子回京可就难办了。我看百官又吵起来，很是无奈，想下个班容易吗？这都几点了还不让我走？就在这时，一道雄浑的声音从殿外传了进来：“我看六弟当不了这个皇帝，诸位也别为难他，我来当就是了。”话音落下，文武百官脸色巨变，太后也生出不好的预感。二皇子李显走进了殿内，他回来的太快，朝堂上的压力剧增。刚正不阿的御史大夫立刻站了出来：“二皇子殿下此言差矣，皇位已定，新帝已登基，此乃天意所归，民心所向。殿下身为皇室一员，当以大局为重，岂能因个人之私扰我朝纲，乱我社稷？”李显闻言，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皇位传承自古以来便讲究德才兼备方能服众，试问我朝历代先祖哪一个不是文治武功皆备？”御史大夫还没开口，旁边礼部尚书就站出来当托，敢问二皇子有什么资格说自己能够继承皇位？有了捧哏，李显顺着说道：“诸位，如今国家看似安定，实则暗流涌动。在这太平盛世之下，文治固然重要，但若无强大的修为作为支撑，又怎能保我王朝千秋万代？我并非自夸，但在修行意图上，我自认不输于人，如今已达到观天境。”说完，李显将修为显露而出，掌心涌出浑厚凌厉，光芒璀璨，满朝文武无不震惊。如此年纪居然达到了观天境。御史大夫望着气势雄浑的二皇子，心中泛起阵阵涟漪，仿佛这才是他理想中的皇帝。看到朝臣震惊的神色，李显内心非常得意，在他看来，只要说服百官再给太后一点压力，我这个傀儡就得乖乖滚下皇位。然而就在他看向帘后时，龙椅上的我突然开口语气嘲讽，然后呢？李显当即火了，决定给我个血的教训。可下一秒，一股恐怖的气势盖压而来，龙椅上的我金光万丈，9轮神环从天而降，圣者神环。李显脸色巨变，只有达到圣者境身上才有神环，而我居然有9轮。他千算万算，没算到这个不起眼的弟弟有如此实力。百官们更是被吓得话都不敢说，内心掀起惊涛骇浪。御史大夫激动得浑身发抖，喃喃道：“神佑我天策，神佑我天策。”帘后一向沉稳的太后豁然起身，死死盯着我，满眼惊骇。我坐在龙椅上扫视朝堂，目光锁定在李显身上。“老二，朕赐你的东西才是你的，朕不给的你不能抢，明白吗？”李显吓得不轻，当即跪在地上：“臣明白，还望陛下恕罪。”看到满朝文武安静不已，我这才表现出满意的神色。本来我自己都觉得不够格，不过老二这么一说，我不当谁当？还有比我强的吗？今天的朝会就到这里吧，左边第一个和右边第一个，下午来朕的御书房。说完，我直接起身离开。这次真没人敢多说一句话。走出皇宫后，礼部尚书看出主子咽不下这口气，开始安抚：“二殿下，您今天来的不是时候，要不然咱们回去从长计议。”离开皇宫，李显胆子又肥了起来。“你说的对，现在得去把我师父请过来，只有圣者境才能对付圣者境。”而此时另一边，三皇子正率领大军向帝都进发，他嘴角挂着淡然微笑，心想就算老二跑得快先回去又如何？等大军兵临城下，皇位还是我的。就在这时，前方快马加鞭送来信件。三皇子看完惊讶不已，立马下令撤军回边关。副官指挥撤军的同事好奇地问道：“殿下，帝都那边发生了什么？”三皇子憋了半天，露出一丝苦笑：“老六藏得很深啊，居然达到了圣者境，把刚回去的老二都吓跑了。”而此刻御书房内，被我点名的宰相赵文渊和郑国大将军郭破云正战战兢兢地等着。郭破云一直来回踱步，赵文渊没好气地说道：“你别晃了行不行？在我面前走了1个多时辰，你不累我看着都累。”郭破云直接来到赵文渊身边，小声道：“你说陛下叫我俩来是什么意思？你问我，我问谁去？”别看赵文渊气定神闲，内心同样慌乱猜疑。今天早朝上他俩光顾着提拔门生，无视了新皇，现在真怕我杀鸡儆猴。其实不仅是他俩，早朝吵得最凶的大臣们现在都害怕的不行，甚至已经在府中准备后事。只有那些身正不怕影子斜的忠臣才欢天喜地，因为他们等到的是天策王朝近500年来修为最高的皇帝。御书房内，宰相赵文渊与郑国大将军郭破云早已战战兢兢候了许久，直到下午3点左右，我才让太监推门入内。两位来得这么早啊？我刚进门，两人立刻站得笔直，脱口而出的奉承话满是恭敬，半点不敢怠慢。不早不早，我俩也是刚到，能受到陛下的召见，是我俩的荣幸。其实我一早便知道他俩候在此处，故意晾了3个时辰。身为圣者境帝王，我本就不必惯着这些重臣。帝王心术我一窍不通，却清楚一个道理：对手下太过纵容，
他们只会蹬鼻子上脸。我召二人前来，从不是想打理朝堂琐事，只是为了完成系统任务罢了。当即开口问道：“两位在帝都生活多年，对城东熟悉不？”赵文渊在这3个时辰里预想过无数对话，压根没料到我会问这个。见郭破云装聋作哑，他身为宰相只能硬着头皮回话，当即滔滔不绝说起城东的商贾格局、税收治理之策，长篇大论的政见说得我一头雾水。我并未打断他，他能稳居相位多年，得先皇重用，自然有真才实学。这番长篇大论也是想向我表忠心，稳住自己的官位。一旁的郭破云见状更是心急如焚，生怕我第一个拿他开刀，绞尽脑汁想找机会表现。我懒得听这些朝堂大道理，直接打断：“既然如此，那你俩今天跟我去一趟城东。”二人面面相觑，满眼迷茫，却不敢多问，只能躬身应下。君要臣行，臣不得不从。而我敢如此随意吩咐，凭的就是胜者进的绝对实力。这份实力足以让所有臣子时刻认清自己的身份。帝都城东向来繁华，楼宇巍峨，街道熙攘，这是我第一次踏足此处。往日我身居宫中潜修，深知帝都水深，从不愿涉足是非地。此次前来，不过是找2个熟门熟路的人带路，方便完成任务。我的任务很简单，找到一名开麦境中期的修士出手教训。可这个世界的修士不催动经脉便看不出修为。我逛了许久，连个闹事的世家子弟都没瞧见，全然不像宫里传闻的那般嚣张跋扈。我索性直接开口：“你们说，城东哪个地方的修士比较多？”郭破云总算逮到表现机会，连忙躬身应答，还特意改了称呼，顾及我微服私访的身份。回公子，帝都城东有几处战斗学院，为我朝培养了不少优秀的人才，那边的修士比较多。他身为武将之首，对修炼界事宜本就熟悉，更暗中派了数倍于先皇时期的暗卫随行，把沿途所有纷争闹事者提前清理干净，生怕我遇上半分麻烦。也正因如此，我逛了许久都碰不到合适的目标，而我也早察觉了异样。方才路过珍宝阁，明明听见内里修士争执动手，等我赶到时却一派祥和，两人勾肩搭背毫无矛盾。再看众人隐晦看向郭破云的目光，我瞬间明白了缘由。我当即驻足，语气平淡开口：“店里那些暗卫是谁的手下？”赵文渊与郭破云瞬间跪地，郭破云冷汗直流，连忙认罪：“回陛下，是臣的下属。”我心中了然，难怪一路顺遂，原来是他自作主张扫平了所有麻烦，想要完成任务必须先支开他。当即沉声道：“你既然知道我在微服私访，我想看到的就是真实的帝都，你这么做和糊弄我有什么区别？罢了，你回府反省3日，不得出门。”郭破云如蒙大赦，连忙谢恩，顺带撤走了所有暗卫。我转头看向赵文渊，询问他是否安插了人手。赵文渊机灵至极，连忙称自己是文官，身边只有几个老仆人，根本没实力安排护卫。我这才作罢，二人继续随行。赵文渊一路殷勤介绍周遭景致，不多时便到了星火战斗学院门口。这座学院是王朝顶尖学府，气势恢宏，连先皇乾隆时期都曾在此进修。奔波半日，我早已腹肌，便带着赵文渊寻了街边小馆落座。店小二手脚麻利，细看之下竟有几分修为。我随口搭话，才知他是学院学生，在此打工补贴家用。这般自食其力的寒门子弟，我倒也颇为欣赏。我随意点了酒菜，吃到一半才猛然想起，我久居深宫，从无带银钱的习惯。转头看向赵文渊，开口问道：“你带钱了没？”“没带。”赵文渊身居相位，也从不随身带钱，一朝君臣竟连一顿饭钱都凑不出来，场面瞬间尴尬至极。我俩刚想起身，又只能默默坐回原位。正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年轻女子径直坐到我身旁。这女子容貌精致，眉眼间带着几分刻意的柔媚，一身深紫色襦裙与她青色身段格格不入，一看便是故作姿态。她主动软声搭话：“这位公子有些眼生，很少来我们这片区域吧？”我懒得周旋，直接开口：“有什么事你就说。”女子瞬间收敛媚态，露出几分心事重重的模样。自报姓名林月娥，是星火战斗学院的学生。她借着酒劲说起自己的遭遇，本是寒门修炼天才，考入顶尖学府后才发现天才云集，好不容易拼出成绩，又被礼部一致亲历司陈荣的儿子陈介纠缠，逼她嫁入陈家做小妾。今晚的学院精英晚宴，陈介更是放话威胁，她不愿妥协。见我衣着华贵，似是皇族，便想求我做挡箭牌。我听完淡淡问道：“那为什么找我？我刚刚看了夏公子的穿着，应该是皇族子弟吧？”“原来如此，不过你判断的没错，我确实是皇族。”林月娥当即大喜，连忙求我帮忙。我开口道：“你应该知道，求人办事是要付出代价的。”她小脸一红，低声应下。我却只是笑道：“行，这可是你说的，帮我付了这顿饭钱即可。”林月娥当场愣住，显然没料到我所求如此简单，连忙付了饭钱，便带着我与赵文渊前往晚宴府邸。设宴之地是礼部府邸，天色渐暗，府邸内灯火通明。这场晚宴本是战斗学院精英的交流会，实则成了礼部官员纵容子弟欺压学子的场合。场内不少世家纨绔肆意挑衅学子，在场官员视而不见，学子们只能忍气吞声。我看着这乱象，心底已然不悦。这些学子本是王朝未来，竟被如此欺压，实在荒唐。林月娥的同窗好友围过来，见我气度不凡，纷纷打趣。我自报姓名李晨，与一众学子闲聊起来。他们渐渐放下拘谨，向我大吐苦水，控诉这些纨绔子弟抢占修行资源，肆意欺压学子，甚至祸害女学生。我当即放话：“放心，只要他们赶过来，来一个我打一个。”众人只当我是玩笑话。没过多久，陈介便摇摇晃晃走了过来。此人面色苍白，眼袋慵住，一副酒色掏空的模样，径直无视我，对着林月娥威逼利诱，嚣张至极。我二话不说，一脚将他踹飞出去，杯盘碎裂，酒水四溅，全场瞬间哗然。陈介被人扶起，吐着血怒喝：“你皇族很了不起是吧？皇族子弟就能够随便打人吗？”我耸肩回道：“皇族就了不起了，怎么的？”陈介气得咬牙切齿，
当即派人去叫他父亲陈荣。林月娥等人急得团团转，连忙告知我陈荣是礼部实权派，即为护犊子。我却毫不在意，只想看看这礼部的乱象到底有多深。不多时，陈荣快步赶来，官威十足的厉声大喝：“是谁在这里打人？给本官站出来！”我没多余废话，抬手一巴掌，直接将他扇飞。这一巴掌力道极重，差点让这位六巡官员当场殒命。陈荣又惊又怒，吼出和儿子一模一样的话。我只淡淡道：“能不能换句话？”这话我听过了。陈荣放话要在明日早朝让礼部尚书参我一本，我只觉好笑。堂下何人状告朕？林月娥吓得连忙劝我趁机逃走，我却淡然摆手，只想等个认识我的大人物出现。没过多久，侍卫高声通传，礼部尚书到。礼部尚书严海缓步走入，全场众人纷纷拱手行礼。陈荣连忙上前哭诉告状，严海面色阴沉，走到我面前正要发难，下一秒却猛地跪地，高声道：“微臣严海参见陛下。”这一跪，全场瞬间死寂，所有人齐刷刷跪倒在地，高呼参见陛下。林月娥更是惊得浑身发僵，万万没想到自己随手找的挡箭牌，竟是当朝圣者敬帝王。陈荣得知我的身份，当场吓得昏死过去。陈介更是吓得失禁，瘫软在地，魂飞魄散。我周身圣者威压散开，瞬间席卷整座府邸，震慑的全场众人不敢抬头。随后换过严海，冷声问道：“你没有实权吗？”严海浑身发抖，连忙应声。我又指了指场内的纨绔子弟：“那这些人是怎么混进来的？”严海瞬间明白我的怒意，连忙下令将所有闹事纨绔全部拿下，连带其父一并撤职查办，彻查所有罪责，尤其重办陈荣父子。我随即安抚在场学子，称他们皆是王朝精英，大可畅所欲言，有任何诉求都可向严海提出，不必再忍气吞声。严海经此一事，彻底抛下党派纷争，重拾为官初心，专心记录并处理学子们的诉求，再不敢同流合污。我忽然想起被守卫拦在门外的赵文渊，当即命严海前去迎接。严海赶到门口，才知被拦下的下人竟是当朝宰相，被赵文渊当众怒斥，也只能低头受着。晚宴尾声，我告知一众学子，日后会常来学院巡查，偶尔也会指点他们修行。全场学子瞬间热血沸腾，对我满心拥戴。晚宴散场后，我身边围满了热情的学院学子，林月娥根本挤不进来，只能远远望着我的背影，神色五味杂陈。她身旁的小姐妹凑过来，一脸惋惜地劝道：“月娥，你怎么没好好把握机会呢？听说咱们这位新皇刚登基，连妃子都没有呢。”这话明摆着是鼓动她攀附皇祖，博一场荣华前程。林月娥当即收敛神色，语气严肃地开口：“话不能这么说，陛下只是在微服私访的时候偶然遇到了我，帮我解决了问题，顺便给我们改善了修炼环境，提高了学院的福利。我觉得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整天想着攀龙附凤，而是努力的修炼，将来尽自己的一份力，为天策王朝做贡献，这才不枉费陛下对我们的栽培。”他本就有自知之明，深知我看他的眼神毫无杂念，从不妄想不切实际的事，能修到如今的境界，也全靠这份通透清醒。小姐妹见状又疑惑问道：“那你傻呆呆的站在这干嘛？”林月娥轻声叹气：“我只是在想，陛下的恩情还不完啊。”对方一时语塞，再没多言。这场晚宴过后，新皇整治礼部乱象、庇护学院学子的事，很快传遍了星火战斗学院，困扰学院多年的纨绔欺压问题彻底解决。后续还有更多修炼资源倾斜，学院重归往日生机。不少精英学子都把我当成了毕生追随的目标，人人感念皇恩。可我刚回到寝宫，好心情就瞬间消散，盯着系统面板眉头紧锁，忍不住开口质问：“什么？你这都不算我完成任务？我明明动手教训了陈荣父子，陈介好歹在战斗学院进修过，怎么会达不到任务要求？”系统的机械音随即响起，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经检查，宿主所击败的两人修为分别是宁元境巅峰和吴修为，宿主并没有击败开麦境中期的修士，所以任务无法结算。我顿时语塞，宁元境本就比开麦境高一个等级，系统居然卡得这么死板，高一点低一点都不算数。以我圣者境的实力，找顶尖强敌交手容易，特意找刚好开麦境中期的小人物，反倒犯了难。好在任务剩余时间充足，我只能打算抽空再独自去城东一趟，暗自琢磨此前带着下属太过招摇，暗卫又提前清场闹事者，怕是只有隐藏身份孤身前往，才能找到合适的目标。只是系统这般刻意要求，背后藏着什么用意，我一时也想不透。次日早朝，我依旧是一副没睡醒的慵懒模样，底下百官却个个精神紧绷，朝堂氛围全然没了昨日的喧闹嘈杂。大将军郭破云被罚闭门反省3日，太后称病缺席朝会，只剩宰相赵文渊端坐一旁，神色沉稳难测，满朝文武的目光都死死粘在我身上，小心翼翼揣摩我的一举一动。朝会伊始，礼部尚书严海便快步出列，递上厚厚一沓彻查名单，将昨日涉案礼部官员的罪状罗列的事无巨细，甚至连一掷亲历司陈荣幼时偷鸡的琐事都查了出来。我懒得逐一审阅，直接淡淡吩咐他一律严办。严海瞬间领会我的意思，原本仅需坐牢的涉案官员，尽数被改判发配挖矿。随后百官依次汇报政务，公盐翻新官道修缮各地府衙奏报，琐碎繁杂的事务堆了一大堆，我听得头都大了，只觉得当皇帝比闭关苦修还折磨人，全然想不通其他皇子为何挤破头想要这个位置，索性直接定下规矩，小事交由百官自行商议处置，大事再征询赵文渊的意见，按朝纲就例办理即可，只需我最终点头应允。朝会进行到一半，兵部尚书突然快步出列，声音凝重响彻整座大殿：“启禀陛下，微臣得到边关急报，三皇子殿下在边关有谋逆之心，前日已起兵造反，大军正朝着帝都开拔而来，形势危急，望陛下早做决断。”大殿瞬间陷入死寂，百官面面相觑，眼底满是震惊。他们并非惊讶三皇子敢造反，而是诧异他竟敢造圣者境皇帝的反，这和主动找死毫无区别。只因边关情报传递至后，满朝文武都不知道三皇子早已收到我显露圣者境的消息，连夜撤军返回边关，这才闹出这场情报乌龙。百官私下议论纷纷，二皇子此前只是在朝堂争位，并无实际动兵的举动。我本就懒得追究
可三皇子擅自带离边军，触碰朝政底线，罪责难逃。我心里跟明镜似的，兵部尚书本就是太后的亲信，这一出分明是太后在幕后操控，想借三皇子之事逼我陷入两难，自己坐收渔翁之利。赵文渊城府极深，瞬间看透其中门道。此前他支持我登基，不过是觉得我无党羽无根基，是个好掌控的傀儡。得知我是胜者境后，便立刻转变心思，一心想做忠臣自保。他清楚太后野心极大，甚至暗中查到太后母族与前朝余孽有牵扯，只是苦无证据不敢声张。如今只想牢牢抱紧我这棵大树，稳稳保住自己的宰相之位。这摆明了是太后设下的阳谋，逼我必须处置三皇子，否则皇威尽失，可真要动手严查。又恰好落进太后的圈套。我打了个哈欠，漫不经心的开口：既然老三要造反，那你就去把老三抓回来。这话直接把兵部尚书问懵了，他不过是个文官，既不敢对抗边军，更没胆子直面胜者境的我。当即想开口辩解推脱，赵文渊立刻抓住机会，沉声呵斥：怎么，你莫非想要抗旨？一顶抗旨不尊的大帽扣下来，兵部尚书瞬间慌了神，只能硬着头皮领旨，打算退朝后立刻去找太后请示对策。百官见状，反倒没了此前的慌乱，个个心底笃定，有我这位胜者境皇帝坐镇，三皇子造反根本翻不起任何浪花，甚至还有人等着看三皇子如何狼狈收场。临近中午，我总算得以退朝，松了口气，直奔寝宫用膳。刚动筷子，门外太监便高声通传：太后驾到。我抬眼望去，太后一身华贵服饰，眉眼间带着成熟妇人的独有韵味，温声说道：看来哀家来的不是时候，不会打扰到陛下用膳吧？说罢便挥退左右宫人，反手关上殿门，显然是有私密话要讲，不想外传。我正吃着自己研制的火锅，锅中红油翻滚，香气四溢。见他执意关门，随口吐槽：我在吃火锅，你关门不觉得热吗？太后没接话，径直坐到我身旁，目光却被锅中冒着泡泡的食材吸引，满是好奇地问道：陛下，这是何物？怎么还冒着泡泡？这叫火锅。我夹起一片雪域灵牦牛肉，示意他细看。这火锅底料是我潜心研制的第14代，所用食材都是极北灵物，入口鲜美不说，还能滋养修为。太后盯着肉片咽了咽口水，故作矜持的推辞：那哀家怎么好意思呢？我顺势给他递了个台阶，今天准备的食材有点多，可能吃不完，倒掉可就浪费了。太后立刻顺水推舟，卸下矜持：行吧，既然陛下这么说，那么哀家就帮陛下吃一些，可不能浪费了食物。在我指导下，太后尝了第一口，瞬间就被火锅的味道折服，全然忘了此行的真正目的，越吃越觉得燥热，索性松了松衣襟，大快朵颐起来。一顿饭吃得小腹微隆，几乎包揽了整锅食材。直到我开口提醒：太后，你来我这里不会只是为了吃顿饭吧？她才猛然回过神，想起正事，柔声问道：陛下在当皇子期间，可有什么心上人？我直言不讳，没有。太后随即趁热打铁，抛出早已谋划好的打算：陛下既已登基，就应该早点开枝散叶，为皇族留下血脉。说着，从袖中掏出一份10人名册，上面8人都是他安插的亲信，另有2个家世显赫、性情高冷的女子，看似让我自由挑选，实则暗藏算计，逼我选他的人。太后笑着问道：陛下，不知道您看中哪一个？哀家可以传唤他们进宫。我直接把名册揣进袖中。太后略显惊讶，连忙追问：陛下的意思是全部都召唤进宫？我淡淡回道：我的意思是一个个来，我本就不是什么清心寡欲之人，穿越10年苦修登顶胜者境，又意外登基为帝，享受本就是理所应当。朝堂党争我懒得插手，只要百官安分守己，不触碰我的底线，我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绝对的实力摆在眼前，任谁也翻不了天。太后这番安排，我并未拒绝。若是她真心想害我，反倒不如亲自前来。太后见我英语，便开始逐一介绍名册中人，指着其中一个名字柔声说道：陛下，这位叫楚若嫣，是帝都名门楚家的长女，她可是帝都双绝之一，天赋实力也很不错呢。我懒得细听这些家世背景，直接敲定：行，那就她吧。我先去御书房批阅奏章，人来了告诉我一下。说罢便起身前往御书房，应付那些堆积如山的奏折。另一边，楚家得知楚若嫣被陛下召见，全府上下瞬间沸腾，家主和年迈的老祖激动得手足无措，深知这是楚家飞黄腾达、跻身一流世家的绝佳机会。楚若嫣身为帝都双绝之一，容貌绝世，天赋出众，年仅20余岁便修至洞虚境中期，身后追求者无数，其中以勋贵子弟刘浩、落魄世家子弟萧明、外来豪门子弟吴奇3人最为出众。得知楚若嫣要被召入宫的消息后，刘浩当即找了个拙劣的借口，光速逃离楚家。你们看这个天色不早，我妈还在家等我吃饭，我先走了。吴奇也紧随其后，谎称要给家族老祖送东西，仓皇逃窜，生怕沾染上半点祸事。唯有萧明留在原地，眼神炙热地看向楚若嫣：若嫣，我对你是真心的，你放心，我会想办法。楚若嫣心头微动，却也满是无奈，轻叹道：可是你能有什么办法？萧明拍着胸脯，语气坚定地承诺：给我7天时间，到时候我一定会带你走。楚若嫣低声提醒：可我听说陛下可是胜者境。萧明丝毫不惧，傲然回道：胜者境又如何？我可不怕胜者境。楚若嫣半信半疑，她深知萧明身手不凡，屡次越级应战，身后还有一位从不露面的神秘师傅，或许真有脱身之法，便点头应下，转身去准备面圣的服饰，心底对这桩安排满是抗拒，不愿沦为深宫笼中鸟。萧明等他离开后，立刻寻到一处僻静街巷，往贴身的项链中注入灵气，轻声呼唤：师傅，您的伤好些了吗？项链中很快传出一道苍老浑厚的声音，直接传入他脑海：事情老夫已知晓，徒儿莫要着急。萧明咬牙切齿，满是不服地说道：那昏君就是个傀儡，根本配不上若嫣，我和若嫣才是真爱。老者声音带着睥睨天下的傲气，缓缓开口：老夫支持你的决定，那女娃体质特殊，对你以后修炼有帮助，既然你和她是真心相爱，那抢过来便是。萧明大喜过望，连忙询问对策。老者坦言只需7日休养恢复，便能助他抢人离京，届时天高皇帝远，
无人能阻。萧明当即开始谋划逃跑路线，一心想着带楚若烟远走高飞。与此同时，一道纤细娉婷的倩影缓步踏入御书房，青丝垂落，身姿雅致，正是奉旨前来面圣的楚若烟。宫门外，楚家上下尽数出动，连年迈的老祖都亲自到场，众人没获召见，只能在宫门外焦灼等候。楚家家主心急如焚，见楚若烟步伐迟缓，竟想伸手推她入宫，被妻子急忙拦下，低声提醒此处是皇宫，言行必须得体。家主这才强压下躁动，可满心的不安与激动丝毫未减。楚家如今全靠楚若烟这次入宫博前程，家主心里清楚，新皇无妃，召楚若烟入宫，十有八九是为内妃之事。他早已暗中打点太监，托人在太后面前美言，只求楚若烟能顺利留在宫中。楚若烟踏入皇宫的那一刻，满脸都是抗拒与生无可恋，拼尽全力修炼，到头来还是逃不过被家族当作联姻工具的命运。皇宫的一切都让他觉得冰冷压抑，心底仅存的一丝暖意，全来自萧明7日带他离开的承诺。引路的宫女收了楚家的好处，一路细心讲解宫中规矩，可楚若烟心绪杂乱，半句都没听进去，浑浑噩噩间便到了御书房门口。他对我全然陌生，甚至带着几分惧怕，深知绝不能得罪我，否则全家都会受牵连。强挤出一抹浅笑，等宫女通报后，才迈步走进御书房。我抬眼扫了她一眼，楚若烟容貌确实出众，墨发如瀑，紫眸清亮，肌肤白皙，一身精心挑选的衣裙勾勒出姣好身段。平日里她在追求者面前裹得严实，今日这身装扮尽显自身优势，想来是楚家刻意安排。他本以为我见了她会露出痴迷神色，心底满是厌恶，可我只是淡淡开口，我还有些忙，你先找个地方坐下吧。这个反应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抬眼看向我，瞬间愣在原地。我面容俊朗非凡，眉眼深邃，周身自带浩荡龙威，隐约有仙雾萦绕，宛如仙君下凡。以往他见过的那些追求者，与我相比全然不值一提。他呆呆站着，再没了起初的排斥，只剩满心震撼与好奇，就这么静静站在一旁，看着我伏案批阅奏折。我并未刻意冷落他，只是手头奏折繁杂，无暇分心。他足足站了半个时辰，御书房外传来脚步声，来人竟是护国大将军郭破云。这位在民间被誉为战神，让楚若烟素来敬仰的猛将，此刻满身泥土，进门便直接跪在我面前，全然没了往日的霸气。反差之大，让楚若烟惊得瞪大双眼。我瞥了眼他身上的泥土，随口问道：“你这一身怎么回事？”郭破云跪在地上，躬身回道：“咱不是被陛下罚禁足3日吗？闲着在家里种点菜，这不是听到陛下的召见，立马就跑了过来。”我挑眉轻笑：“哟，你这是在和我抱怨？”郭破云吓得连忙磕头，诚惶诚恐道：“不敢不敢，陛下召微臣何事？”我摸着下巴，语气平淡地问：“太子出事的时候，是你负责给他护卫吗？”这话一出，郭破云瞬间冷汗直流，急忙喊冤，解释太子出事前1周，便下令撤走他的暗卫，自己一生效忠李家，绝无背叛之心，还絮絮叨叨说起过往战功。我听得心烦，直接打断他：“好了好了，我也就是问问，你先回去吧。”郭破云刚要起身，我又补了一句：“等一下，陛下还有事吗？”禁足7日，郭破云满脸无奈，心知我记仇，却也不敢违抗。谢恩后战战兢兢地退了出去。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低声嘀咕了一句：“这些老东西就是精啊！”便继续批阅奏折。这一幕让楚若烟彻底颠覆了认知。外界传言我是傀儡皇帝，可连郭破云这般重臣都对我畏惧至此，我绝非旁人所说的那般不堪。没过多久，晋安王李隆裕，也就是我的亲叔叔，步入御书房。他本仗着皇族身份，神色带着几分不羁。我直接将一份奏折丢到他面前，开口道：“晋安王，上面写着你近来纵容属下抢征良田，你可别跟我说你不知道啊！”李隆裕强装镇定，试图敷衍：“陛下，此事臣确实未曾耳闻，或许是下面的人擅自做主，臣回去后定当严加管教。”我微微眯眼，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朕觉得吧，你手下抢征百姓的良田，百姓就没有田地种出粮食吃，他们吃不饱就会造反，你不会连这个都看不出来吧？或者说你就是故意的，要给朕一个教训？”李隆裕瞬间面如死灰，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声音颤抖着哀求：“皇上，臣真的不知此事啊！臣定当严惩手下，归还所有抢征的良田，对受到迫害的农户给予赔偿，请皇上开恩。”我懒得跟他多纠缠，冷声吩咐：“我也懒得和你废话，最近事情很多，我暂且饶你一次，就简单的罚你1年俸禄，并且在3日内把你保证的事情做好，我会抽空亲自去看。要被我逮到你阳奉阴违，可别怪我不念情分，赶紧滚！”李隆裕如蒙大赦，连声道谢，慌不择路地跑了出去。我再次低声吐槽一个比一个能演，继续处理政务。接连几位朝中重臣在我面前战战兢兢，俯首帖耳。楚若烟看在眼里，心底对我的敬意与崇拜愈发浓烈，再没了半分抵触。我足足忙碌了近3个时辰，才放下手中的奏折，看向一旁的楚若烟，露出一抹歉意的笑容：“不好意思，让你等这么久。”楚若烟瞬间手足无措，脸颊涨红，连忙摆手慌乱回道：“不，陛下，您别这么说，您这是有公事要办，能在百忙之中抽空见草民，那已是草民的荣幸。您要是今天没空的话，其他时间可以随时召见我。”我本想和他外出闲谈，加深了解，毕竟选妃之事不能只看容貌，品性性情也至关重要。可太监总管崔公公又抱着一堆积压的奏折进来，我刚放松的心情瞬间沉了下去。楚若烟见状，懂事的开口：“陛下，您还是以国事为重，如果您不嫌弃的话，草民在这里陪您一会。”我点头应允，吩咐宫女备好茶点，便再次埋头批阅奏折。楚若烟坐在一旁，看着御膳房送来的珍稀糕点，满是惊讶，其中龙涎玉露糕更是她往日难得一见的珍品，一时没忍住吃了几块，不慎打碎茶杯，慌忙下跪道歉。我并未怪罪，只让宫女收拾干净，重新送上茶点。她
他就这么静静看着我专心理政的模样，心底的好感一点点滋生。以往那些追求者的争风吃醋，在我心怀天下沉稳理政的姿态面前，显得格外幼稚。他清楚，我与那些人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直到傍晚时分，我才彻底处理完所有政务，吩咐御膳房备膳，与他一同用餐。席间，我刻意顺着他的喜好聊天，气氛轻松融洽，全然没有君臣间的拘谨。一顿饭下来，两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不少。天色渐晚，楚若烟起身告辞，出宫返回楚家。此刻楚家上下早已等候多时，家主与母亲围着他追问宫中情况。楚若烟如实诉说，言语间难掩对我的认可与好感。楚家家主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一半。楚若烟刚回到自己的院落，萧明便突然现身，拦住了他的去路。楚若烟惊声道：“你怎么在我家？”萧明故作正派，别过眼后退几步，沉声说道：“若烟，我这是来告诉你好消息，我师父已经答应帮我们离开帝都，他认定我是昏君。”见楚若烟身着盛装，只觉得我羞辱了他，满心愤恨，叮嘱他务必拖住7日。不等楚若烟解释，便闪身离去。此时的楚若烟早已对我心生好感，哪里还想过私奔，只打算日后找机会跟萧明说清楚。次日清晨，楚若烟满心期待地等候我的传唤，反复更换衣裙，纠结妆容，全然没了往日的高冷孤傲，一副少女怀春的模样。另一边，我下过早朝，快速处理完少量奏折，想起系统新手任务还未完成，恰好楚家在城东，便打算带楚若烟一同前往，既可以让她做向导，又能继续相处增进感情。当即吩咐太监前去传唤楚若烟。不多时，楚若烟身着浅紫色罗衣，身姿窈窕地踏入御书房，跪地行礼：“草民参见陛下。”我示意他起身，开口问道：“朕今日要去城东巡视，你自幼在城东长大，可熟悉那边的情况？”楚若烟立刻拍着胸脯应声，说自己对城东极为熟悉。我换上常服，隐瞒身份，备好银两，带着他一同出宫前往城东。城东皆是高端商铺，来往皆是权贵富商。我带着楚若烟先走进霓裳羽衣阁，指着一件衣裙问他：“这件衣服你喜欢吗？”他碍于矜持，摇头说不喜。我直接对掌柜吩咐：“听到了没？这件我朋友不喜欢，除了这件之外，其他的全部打包。”掌柜和楚若烟瞬间惊呆，我全然不在意，爽快付了银票。随后又带着他走进绮罗轩、金玉满堂等店铺，但凡他多看一眼的物件，我尽数打包买下，出手阔绰至极，堪称豪气冲天。楚若烟被我的霸总做派彻底打动，好感度飙升，满心都是欢喜。而楚家众人看着源源不断送来的珍稀货品，个个惊骇不已，全然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就在楚若烟沉浸在喜悦中时，暗处2道身影死死盯着我们，咬牙切齿，满脸嫉恨，显然是对我心怀不满，暗藏歹意。暗处2人正是刘浩与吴奇。刘浩身为帝都顶尖勋贵子弟，往日横行一方，如今面对我却连较劲的资格都没有，满心憋屈无处发泄，只能躲在角落观望。吴奇境遇相仿，两人素来互不相让，此刻竟生出几分同病相怜。吴奇随口拱火，没想到刘浩竟真的壮着胆子朝我们走来，倒让他暗自心惊。我正打算带楚若烟寻地方用膳，刘浩已快步上前，自然地跟楚若烟打招呼，目光落在我身上，满是试探。楚若烟瞬间慌了神，生怕他冲动闹事连累家族，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我淡淡开口替他解围：“我叫李晨，是若烟的朋友。”刘浩先是一怔，随即满脸堆笑，语气极尽恭维：“原来是李晨兄，幸会幸会。我就说若烟美若天仙，凡人怎么配得上？今日得见李兄，也是惊为天人。你俩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这话听得我颇为舒心，对他第一印象还算不错。刘浩紧接着自报家门，称自己是勋贵刘家之子，全程目光恭敬落于我身，半分不敢逾矩。我刚登基不久，正想摸清帝都勋贵底细，便顺势接了话。刘浩见状连忙趁热打铁，说自己知晓一家口碑绝佳的酒楼，执意做东请客，将酒楼特色夸得绘声绘色，成功说动我前往帝都醉仙楼。这醉仙楼是达官显贵专属之地，以秘制仙酿与灵食闻名。刘浩也是下了血本，只想借着这顿饭攀附交情。暗处的吴奇见状暗骂自己迟钝，立刻跟上前，借着与刘浩打招呼的由头凑到我身边，全程刻意避开楚若烟，一门心思讨好。进入醉仙楼，两人殷勤到了极致。刘浩抢着先连开门，吴奇忙不迭帮我挪好座椅，我刚觉口干，吴奇立刻斟满零酒，我筷子多停留在某道菜上。刘浩立马吩咐小二添菜，但凡我问及帝都诸事，两人都知无不言，专挑实在话说，半点不敢隐瞒，反倒把楚若烟晾在一旁，活脱脱成了局外人。楚若烟又气又闷，这才反应过来两人不是来闹事，而是来抢着亲近我，心底泛起阵阵酸涩，只能埋头闷吃，插不上半句嘴。酒过3巡，我对两人有了大致了解。刘浩修为破虚境后期，家族祖上战功赫赫，如今日渐衰落；吴奇修为破虚境前期，乃边关要塞虎踞城城主之子，两人也算帝都排得上号的青年才俊，只是与我的境界相比，差距悬殊。楚若烟不胜酒力，起身离席去如厕。刘浩立刻抓住机会，凑近我低声道：“李晨兄，我有个族姐，长得那是倾国倾城，身材更是没得说，前凸后翘。如果李晨兄看得上，我定把这件事情给你安排妥当。”我还未开口，吴奇已然急了，端着酒杯敬酒时连忙插话：“李晨兄，你瞧他那德行，他族姐能好看到哪里去？实不相瞒，我有个姑姑，那叫一个人间绝色，风韵犹存。不过你放心，我姑姑还是待字闺中，只要你想，我让我姑姑连夜过来。”两人瞬间争执互对，眼看就要动手。刘浩怒声指着吴奇骂道：“我长得怎么了？就算我长得不行，我族姐也比你姑姑好看100倍。”吴奇火气上涌，当即回怼：“笑话，我姑姑不仅比你姐好看1000倍，在身材方面你姐那种小屁孩肯定没得比。我看你是几天没挨我打，皮痒了，来就来，谁怕你？今天不把你打得满地找牙，我跟你姓。”楚若烟恰好折返，看着眼前一幕彻底懵了，全然没料到自己离开片刻，
两人竟会为了我闹到这般地步。我早已看穿两人猜到了我的真实身份，才这般刻意讨好，倒也不点破，只抬手轻轻一压，一股无形威压散开，两人瞬间吸了火气，再不敢造次。天色渐晚，宴席散场，刘浩抢先买了单，没给吴奇半分机会。两人目的达成，在楼外恭敬道别，不敢多做纠缠。今日虽有小插曲，可我惦记着未完成的系统任务，并未多在意，正打算送楚若烟回楚府，周遭突然传来剧烈灵力波动，以我圣者境的敏锐感知，立刻察觉是有强者在闹事交手，波动强度至少是6合境，在人流密集的帝都商业街，这般行径实属胆大妄为。与此同时，刚出醉仙楼的刘浩吴奇本就拌嘴不断，又喝了不少酒，没留意前路，径直撞上一行意欲服侍之人。吴奇酒量稍差，直接被撞得瘫坐在地，刘浩也后退数步才稳住身形。两人抬眼便认出对方是北方王庭贵族，周身杀气浓烈，一看便是久经沙场之辈。换作平日，两人早已发作，今日不想多生事端。刘浩扶起吴奇便想离开，可对方却不依不饶，为首的高大男子阿尔泰冷声嘲讽：“哟，你们天策王朝的人都这么没有礼数吗？撞了人不道歉还想走？”刘浩本就憋着火，当即回怼：“这条路是你家开的，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教我礼数？”这话彻底激怒阿尔泰，他抬手便轰出一掌，雄浑灵力席卷四周，路人纷纷避让。刘浩吴奇脸色骤变，连忙催动修为抗衡，这才发现对方实力远超想象，根本不是对手。阿塔德率先扑向刘浩，阿尔泰直面吴奇，不过数招吴奇便落入下风，眼看致命一掌袭来，他根本无力躲闪，面露绝望。千钧一发之际，我闪身挡在吴奇身前，单手死死攥住阿尔泰的手腕，微微用力，清脆骨裂声响彻街头。方才嚣张至极的王庭贵族瞬间被我捏得跪倒在地，痛声哀嚎，毫无还手之力。周遭路人尽数看呆，刘浩立刻停手，快步到我身边讲明冲突缘由。阿尔泰痛得面目扭曲，还不忘放狠话：“你快放手，我可是王庭使臣，你知道对我动手的后果是什么吗？”我懒得纠缠，松手便带人离开。阿尔泰还以为我是忌惮他使臣身份，暗中跟弟弟阿塔德盘算，打算明日上朝参我一本，逼天策王朝给交代。我先将楚若烟送至楚府门口，他望着满府珍稀礼品，眼底满是欢喜。刚进府便被母亲拉着询问行程，母女二人满心欢喜。可楚若烟刚回院落，萧明便再次现身，看着满屋珍宝，误以为我用俗物羞辱他，咬牙切齿。不等楚若烟开口解释，便留下一句：“还有6天，你就会重获光明。”闪身消失，徒留楚若烟无奈叹气。另一边，刘浩回府后一改往日乖顺，径直坐在父亲身旁。刘家家教森严，父亲本欲发怒，刘浩却淡淡开口：“今天我请陛下吃饭了。”一句话让父亲瞬间吸了火气，连忙追问详情。刘浩将今日偶遇讨好潘父以及王庭贵族闹事我出手相助的事全盘托出，父亲又惊又喜，连连夸赞他机智，还立刻下令让他口中的族姐随时待命，想借机缘让刘家重回朝堂荣光。谈及北方王庭，父亲满目愤恨，直言刘家儿郎在战场上绝不能怂。一番话让刘浩血脉沸腾。吴奇回住处后，意外撞见前来躲避相亲的姑姑吴南之。吴南之容貌绝色，是虎踞成天渊境强者之女，被家中催婚烦躁，才来投奔他。吴奇借着酒劲，把偶遇我的事添油加醋说了一遍，还提起要把姑姑引荐给我。吴南之误以为我是传闻中昏庸无能的傀儡皇帝，满心抵触。吴奇也不多解释，只打算日后找机会让两人见面。入夜后，我在寝宫翻阅各国密报，重点查看北方雪鹰王庭的情报。这一族休养生息100年，如今卷土重来，屡屡在边境滋事，已成王朝大患。我正看得入神，太后突然身着睡袍推门而入，周身香气萦绕，举止带着刻意清静。我被扰了睡意，语气略带不耐：“太后，你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太后轻笑落座，柔声道：“瞧你这话说的，哀家没事就不能来看看你吗？你最好有事。”我放下密报，直言开口。太后也不恼，先问起我对楚若烟的看法。我如实回到印象尚可，只是相处尚浅。太后点头表示顺着我的心意安排，随后道出真正来意，竟是问我火锅底料配方，称御膳房仿做多次都没有原味。我无奈失笑，提笔写了一份改良后的温和配方，特意减了辣味。太后拿到后如获至宝，喜滋滋离开。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清楚这位太后心思极深，看似随性，实则步步算计。只是我手握绝对实力，倒也不惧。次日一早，早朝准时开始，满朝文武分列2侧，经我震慑，众人皆是神色紧绷。兵部侍郎率先出列，禀报三皇子听闻我天威，早已连夜退兵，不敢再犯。满朝文武纷纷恭维。我并未理会被派去捉拿三皇子的兵部尚书，淡淡示意知晓便罢。紧接着，礼部尚书严海快步出列，双手抱拳高声禀报：“微臣礼部尚书严海有要事禀报皇上。近日，北方王庭派遣使臣前来求见陛下，欲与我朝进行友好交流，共商国事。此事关乎2国邦交，微臣特来请示皇上，是否即刻安排使臣觐见？”阿尔泰与阿塔德早已在殿外等候许久，阿塔德满脸不耐，阿尔泰手上还缠着厚厚的绷带。昨夜2人便直奔礼部尚书严海府邸，一口咬定在闹事被人殴打，叫嚣着若不给交代，便是公然挑衅雪鹰王庭。严海为稳住2国局势，当场应允彻查真凶。根据2人描述，他还误以为动手的只是普通勋贵子弟。今日这2位王庭使臣趾高气扬，满心以为能逼着天策王朝给说法，甚至盘算着索要医药费补偿，压根没料到会踢到铁板。没等多久，内侍便传唤2人上朝，一路上他俩昂首挺胸，摆出上等王朝使臣的傲慢姿态，仿佛是来视察下等王朝，全然忘了昨日的狼狈。可刚踏入大殿，看清皇位上的人时，2人瞬间僵在原地，脸色惨白。这分明就是昨日捏断阿尔泰手腕的人，他竟然是天策王朝的新皇。阿尔泰瞬间回过神，才懂昨日对方那句改天见根本不是忌惮，而是早算准他们会找上门，此刻只觉自己是主动送上门挨罚。方才的傲气荡然无存，浑身气势矮了大半。满朝文武见2位使臣这般呆滞模样，
个个面露诧异。礼部尚书严海还以为二人不知如何开口，当即站出躬身奏道：“启禀皇上，昨日有人在闹市区公然殴打王庭使臣，此等行为实在有违国体，微臣恳请陛下严惩凶手，以正朝纲。”他一心想着安抚使臣，稳住边境，生怕王庭借此发难，压根没察觉异样。文官们也纷纷附和，议论是哪个勋贵子弟如此不识大体。我看着殿上众人，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缓缓开口：“你知道他俩为什么不敢说话吗？”严海心头一紧，茫然摇头。我随即戏谑开口，一字一句清晰响彻大殿：“昨天是朕打的。”尚书大人觉得该怎么严惩朕？此言一出，大殿瞬间哗然，方才附和的文官个个吓得面色发白，严海的政敌更是暗自憋笑。严海当场腿一软，跪倒在地，声音颤抖，连连叩首：“臣惶恐，臣不知道是陛下，还望陛下恕罪。”他转头看向阿尔泰兄弟，心底又气又恨，明明说是勋贵子弟动手，竟把他坑到参奏皇帝，接连2次撞在枪口上，只觉倒霉透顶。大殿气氛瞬间凝重，连宰相赵文渊都不敢贸然接话。我淡淡开口，落下处置，出去给自己100个嘴巴子。什么时候打完，什么时候进来。严海如蒙大赦，连声道：“谢主隆恩。”当即飞奔出殿。殿外很快传来清脆响亮的耳光声，力道极重，生怕我听不见。等他再回来时，整张脸肿得如同猪头，再也不敢多言，远远躲着2位使臣，生怕再惹祸端。阿尔泰见状反应最快，连忙拉着弟弟躬身行跪拜大礼。这是数百年来王庭使臣首次对天策皇帝行此大礼，全然不敢再提昨日被打之事，只想草草接过。我冷声开口：“平身吧，有事说事。”阿尔泰定了定神，立刻换了说辞，正色道：“微臣此番前来，奉我国可汗之命，欲与天策王朝结亲，巩固2国的友好关系，希望陛下恩准。”满朝文武心中了然，都猜到王庭是想迎娶9公主李思宁，毕竟她是帝都双绝之一，以往历朝历代也常以和亲换边境安稳。文官们觉得划算，武官们虽不满，却也默认了这般惯例。我闻言反倒笑了，爽快应道：“没问题，还是你们可汗想的周到。他估计是知道朕刚登基，后宫空缺，所以才有此提议。朕也不能拒绝他的好意。”不等众人松气，我紧接着开口，语气强硬：“这样吧，听说你们可汗的姐妹不少，未婚的给朕来10个，不够的可以往王族血亲那凑。毕竟只有你们的血亲过来，才能保证我们2朝的关系更加密切。听说北方部落诸多，能人一时频出，朕要的也不多，各部落凑200到500个美女当陪嫁即可，反正最低200，你们要多给朕也来者不拒。至于嫁妆，就让你们可汗准备5万匹良驹、1万吨上等牛肉就行。”这番话彻底让满朝文武和2位使臣愣在原地。以往都是王庭狮子大开口向天策索要财物，如今我反倒反将一军，要求比王庭以往过分数倍，堪称破天荒头一遭。文官们暗自担忧激化矛盾，武官们却个个眉开眼笑，憋了数百年的闷气一扫而空。阿尔泰半晌才回过神，连忙开口：“陛下，您想必是有什么误会吧？咱们所谓的结亲，不应该是贵朝的公主嫁到我们北方吗？而且您这要的也太多了吧？”我瞬间敛去笑意，语气凌厉，周身威压散开。什么？你们这点都给不出来？好意思说要和朕结亲？畜生都知道要感恩图报，还想让朕的妹妹嫁过去？你们是在挑衅朕？武官们瞬间被带动情绪，个个怒视2位使臣。大殿内气势逼人，阿尔泰吓得不敢强硬，只能低声道：“这件事情，容我们和可汗商量一下，您看如何？”我摆了摆手，懒得再纠缠，直接命人将2位使臣带下去等候回信。一场看似棘手的邦交风波，被我3言2语压得死死的。满朝文武看向我的眼神，愈发多了几分实打实的敬畏。退朝之后，夜色渐浓，各方势力的暗流也跟着翻涌起来。入夜后的楚家府邸，楚若烟在房中来回踱步，满心都是纠结。她如今对我好感颇深，早已断了私奔的念头，打定主意今晚要跟萧明把话说绝，绝不给对方纠缠的机会，连婉拒的说辞都提前备妥，就怕萧明钻牛角尖。可他没等来萧明现身，反倒先等来一柄穿窗而入的短剑，剑刃稳稳钉在墙壁上，剑鞘处绑着一封短信。他拆开一看，纸上只有1行字：“我知道你在这里每一天都是煎熬，你也别太想我，5天后见。”楚若烟看完又气又无奈，萧明根本不听他解释，自顾自认定他在宫中受委屈，这般偏执行事，迟早要闹出大乱子。他暗自纠结要不要提前告知我此事，可转念一想，我已是胜者境，萧明那点手段根本不够看，只能压下心思，只求萧明别自作聪明闯祸。与此同时，吴奇的住处，吴南之看着一脸疲惫瘫在门槛上的这儿，随口问道：“怎么看你无精打采的样子？”吴奇垂头丧气回道：“没什么，只是没等到想等的人，却和一个不想看到的人大眼瞪小眼一天。原来他今日一早就蹲在楚府外，想借着楚若烟的关系攀附我，没想到竟撞见了同样蹲守的刘浩，2人互相鄙夷，硬生生蹲了一整天，连楚若烟的影子都没见到。殊不知楚若烟早猜到有人蹲守，特意从侧院翻墙离开，2人自然扑了个空。吴奇得知次日云麓书院有10年大典，我会亲临出席，当即打起了姑姑吴南之的主意，变着法子想忽悠他一同前往。吴南之本就对云麓书院的圣者敬夫子颇有耳闻，再加上吴奇软磨硬泡，终究松口答应次日同行。他全然没察觉，侄儿这是想把他推到我面前搏机缘。深宫寝宫，我处理完收尾事务返回时，一眼便看到床上蜷着一道俏丽身影，正是9公主李思宁。她素来爱往我寝宫跑，褪去了在外的端庄公主模样，只剩几分小女孩的随性。见我回来，睡眼朦胧的抬眸，软糯开口：“哥哥，你终于回来了。”我看着他一脸轻松的模样，随口说道：“没办法，我也不想回来，可是明天还有很多事。”李思宁瞬间凑过来，一脸坏笑，还伸手比了个俏皮的手势，追问道：“进展如何？”我轻咳一声掩饰尴尬，还
嗨嗨，没那么快，但也快了。李思宁当即拍着我的肩膀，语重心长道：“哥哥，你还需努力啊！太子哥在你这个年龄，妃子都10多个了。”我闻言翻了个白眼，当年一心苦修登顶圣者境，哪有心思顾及这些？只是太子之死至今疑点重重，撤去护卫的举动更是蹊跷，只是刑部调查许久，毫无进展，我也无暇分心深究。李思宁见状，又连忙补了句好话，转而开始显摆自己拼好的乐高小皇宫，眼巴巴等着我夸奖。我顺着他的心意夸赞了几句，逗得他眉眼弯弯，满心欢喜。正闲聊间，沉寂许久的系统面板突然弹出提示，我心头一动，连忙查看。恭喜宿主完成任务越级挑战，奖励天品经脉强化丹 X10。限时任务：凶猛秘境。任务要求：宿主需要努力提升至开脉境中期，并且需要从野外秘境之中获取一件上品宝物。限时60天。我看着系统任务忍不住失笑，原来前日在姻缘山随手解决的2人里，竟有开脉境中期修士误打误撞完成了任务。系统奖励的天品丹药堪称稀世珍宝，可对我这圣者境而言毫无用处。我目光落在一旁满眼纯真的李思宁身上，瞬间有了主意。我伸手搭住他的脉搏探查，发现他从未修炼过，根基纯净如白纸，再加上他对我言听计从，倒是绝佳的修炼苗子。我当即开口：“你想不想变成圣者境？”李思宁两眼放光，兴奋道：“哥，你这是要把毕生修为传给我吗？不过哥你放心，等我成为圣者境，我一定会给你抢很多后宫回来。”我一脸无语，你看小说看傻了吧？我这级别但凡输送点能量给你，你身体都得炸。要不是看你最后那句话还行，我都懒得教你。我当即把系统奖励的天品固脉丹、天品经脉强化丹，连同绝学9天龙脉诀一并交给他，手把手教他引气入体淬炼经脉的法门。李思宁虽对修炼没执念，可想着能多陪在我身边，学得格外认真。次日我睡醒时，当场愣住，李思宁仅用1夜便直接突破至开脉境初期，这份天赋堪称恐怖，连昔日帝都顶尖天才都望尘莫及。我本想劝他稳扎稳打沉淀根基，可想起自己当年10分钟破开脉境的速度，终究把话咽了回去，索性由着他的节奏来。帝都7环的破旧小院里，萧明正埋头苦修，雄魂灵气在他经脉中狂涌，修为隐隐要突破虚境中期，速度快得反常。他项链里的圣者残魂看着这一幕，满心感慨，终于摸清了徒弟的门道。这萧明平日里沉溺儿女情长，修炼进度拖沓，可自从楚若烟被我召入宫中，他满心屈辱与不甘，修炼速度反倒暴涨数倍，比巅峰时期还要迅猛。残魂瞬间改了主意，原本答应帮他抢人，此刻反倒盘算着促成我和楚若烟，用这份屈辱逼萧明一心苦修。毕竟女人只会耽误他修炼，唯有极致的憋屈，才能让他登顶强者，日后帮自己复活。萧明全然不知，自己满心依赖的师傅早已把他算得明明白白，一心要把他推向孤注一掷的苦修路。再过几日，便会酿成一个所有人得利唯独他满盘皆输的局面。次日清晨，阳光洒满帝都，云鹿书院10年大典如期而至，四方学子与大儒齐聚，场面盛大。我懒得应付繁琐的早朝，借着出席大典的由头脱身，乘坐帝王车辇直奔书院，沿途万民跪拜，尽显皇家威仪。车辇抵达书院门口时，早已等候在此的众人纷纷屏息，就连素来孤傲从不轻迎帝王的书院师圣玉夫子，竟亲自快步走出院门迎接。在场众人无不震惊。我缓步走下车辇，没有丝毫遮掩，直接释放出圣者境的浩荡威压，虚空震颤，全场除了玉夫子，尽数跪拜在地。全场目光瞬间聚焦在玉夫子身上，他看着周身龙威与圣威交织的我，深知今日若是不低头，便是公然藐视皇权。在这绝对实力面前，一切文人傲骨都毫无意义。僵持片刻，玉夫子终究双膝跪地，沉声道：“草民玉众，参见陛下。”这一跪彻底奠定了皇权至上的格局，天下读书人方才醒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即便学问通天，也需尊帝王之威。我上前虚扶一把，淡淡开口：“平身吧。”随后迈步踏入书院，玉夫子恭谨地跟在身侧，再无往日的狂傲。围观人群中，楚若烟看着身着龙袍气场独尊的我，满眼都是倾慕。刘浩借着家族关系混进书院内部，一心想找机会攀附，却被我随口一句今年好好考试，期待能在榜单中看到你的名字弄得哑口无言。回去后竟真的开始苦读吴奇和吴南之被堵在人群外，吴南之感受着我散出的圣威，只觉得气息莫名熟悉，暗自心惊。书院内一众大儒见风使舵，纷纷现世赞颂我，场面热闹不已。我登上观星楼，对着台下数千学子高声勉励，鼓励他们备战春为金榜题名，将来为国效力。学子们齐声高呼万岁，声势震天。我并未久留，以视察为由，在书院内缓步走动，既立了皇威，也懒得应付过多客套。与此同时，宰相府内，赵文渊看着手下送来的情报，神情凝重。二皇子近期动作频繁，手下提议告知我，赵文渊却摆手拒绝。他深谙为臣之道，我不喜麻烦，臣子只需在我需要时出力即可，绝不擅自做主揽事。这也是他稳居相位多年的秘诀。远在天策王朝中部的天眼神宗，乃是底蕴深厚的顶尖宗门，宗主顶天上人是圣者境老牌强者，更是二皇子李显的师傅。李显在我这里吃了瘪，灰溜溜返回宗门，想请师傅出山收拾我，可顶天上人闭关2日，迟迟没有回应。李显心急如焚，只得去找师娘幽兰仙子帮忙求情。李显见到幽兰仙子，连忙躬身问道：“师娘，这都2天了，师傅怎么还没回我？”幽兰仙子声音温婉，轻声劝道：“你啊，还是那么毛躁，师娘以前怎么教你的？”急于求成，最终只能功亏一篑。李显连忙诉苦，细数自己争夺皇位的艰辛。幽兰仙子心善，答应帮他去劝说顶天上人。幽兰仙子踏入顶天上人的闭关洞天，顶天上人早已洞悉来意，淡然开口：“
想必是显儿求你来的吧？幽兰仙子疑惑问道。你既然知道，为何不给显儿一个准信？我看这2天他的样子都有些心神不宁。顶天上人笑得神秘，我当然会帮显儿，可不是现在。幽兰仙子面露不解，那可是弑君呀！顶天上人缓缓摇头，谁说我要弑君？熟悉顶天上人的都清楚。他露出这副胸有成竹的神情，便已是谋定后动。他比谁都盼着李显登基，只因李显称帝，他便能顺理成章成为天策王朝国师，地位彻底登顶。而天眼神宗看似超然，实则只是无官方名分的民间宗门。李显登基便能让宗门彻底转正，他更能尝到凌驾皇权的极致快感。这份诱惑，就连此前栽了大跟头的玉夫子都曾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他故意拖延几日，根本不是犹豫，而是要拿捏李显的姿态，逼他再三恳求，好让李显日后牢牢记住，这皇位是他所赐，不敢有半分忤逆。原来如此，这样确实对我们宗门更有利。幽兰仙子听罢，总算看透道理的心思。他素来知晓顶天上人城府极深，无十足把握，绝不贸然动手。他虽关照李显，可凡事终究以宗门利益为先，这便是宗门弟子的宿命。你知道就好。我若是直接弑君，日后必定声名狼藉。我们要做的是控制新皇，让他主动禅位给显儿，既让显儿记着我们的恩情，又不会让我背上骂名，岂不是两全其美？顶天上人这招阴狠至极，即便天下人心生怀疑，也抓不到半点实证。所有骂名只会落在李显身上，与他毫无干系。说罢，他取出一枚细针，这是当年斩杀域外天魔缴获的禁物，只需植入人体内，便能彻底操控对方心智。当年域外天魔便是用它操控人族圣者发动背刺，险些酿成大祸。域外魔物本就是大陆禁物，可对他这个级别的强者来说，只要无人发现，便无禁忌。规则本就是他们这类人定下的。为了炼化它，我足足花了20年。顶天上人盯着手中细针，眼底满是痴迷。这些年闭关，大半心思都耗在了这枚控心针上。幽兰仙子虽不认同这般阴毒手段，可心系宗门，终究选择默许。他见顶天上人神色憔悴，主动请缨前往帝都动手。世人皆以为他是天渊境巅峰，实则他早已隐秘突破圣者境，实力远超普通圣者，只是未免宗门遭众势力忌惮，才一直藏拙。顶天上人见状，立刻收起控心针，神色凝重拒绝：不是我不信任你，帝都可不止一位圣者境，那皇帝可能刚达到圣者境，不代表其他人也是刚达到。我这也是为了你好。他心里清楚，此行风险极大，一旦失手，自己的道侣便会落入敌手，后果不堪设想。索性提议2人同往，双圣联手对付一个新晋圣者，绝无失手可能。幽兰仙子虽心有不服，却也知他考量周全，当即应允。等他恢复至巅峰状态，便即刻动身前往帝都。2人商议妥当，顶天上人再度闭关调整状态，幽兰仙子则将消息转告李显，只说顶天上人愿耗费生命力，催动宗门禁法操控我迷失心智，让我主动禅位，刻意隐瞒了控心针的真相，只为让李显感恩戴德。李显听罢，积压多日的郁气瞬间爆发，欢呼雀跃，咬牙放话：老六，你给我等着，所有失去的我一定会全部夺回来。恍惚间，他竟以为自己早已坐上龙椅，成了万人之上的帝王。宰相赵文渊很快探得风声，见整日阴沉的李显突然喜形于色，立刻断定顶天上人已答应帮他夺位。圣者境强者要入帝都，绝非小事。他自身无圣者战力，便想到了云麓书院的玉夫子，2人是多年故交。他本想借书院大典之机，劝玉夫子出面制衡。此时的他还不知道，我早已让玉夫子当众跪拜，皇权压过书院风骨的消息，很快便会传入他耳中。转回皇宫，我对玉夫子跪拜书院众人追捧的场面毫无波澜，在绝对实力面前，这本就是他们该有的姿态。难得避开早朝朝臣的聒噪，我心情还算舒缓。返回寝宫时，便见李思宁正盘膝打坐。自打前日我传他天品丹药与9天龙脉诀，他便赖在寝宫不走，直说此处修炼速度更快。我也懒得赶他，这般乖巧懂事的妹妹，谁会忍心拒绝？旁人视若珍宝的天品丹药，被他随意摆在盘中，宛若寻常零食。绝学更是被他垫在脑下，一副随性汲取功法的模样。想来是我没教过的野路子。我本不愿惊扰他闭关，刚想转身，他却强行破关苏醒，嘴角挂着血迹，迈着小步朝我跑来，用最甜美的声音说道：哥哥，你终于回来了。我一时语塞，为了见我一面，竟拼命到这般地步。我一边抬手帮他擦掉嘴角血迹，指尖触到柔软唇瓣，沾染的血迹反倒添了几分灵动，一边开口问道：今天修炼的怎么样？李思宁撅着小嘴，满脸懊恼：我才刚修炼1会呢，才修炼好2条经脉，距离哥哥说的把12条主要经脉打通，估计还要很多天。他对自己的进度极为不满，可这份天赋若是传出去，足以震惊整个修炼界寻常修士开脉，少则1周，多则1月方能打通1条，他半日便打通2条，速度骇人至极。我对此倒是淡然，毕竟我的修炼速度远比他更为夸张。此前我便同他讲过，开脉境核心便是打通12主脉，方能承载天地元力，提升身体素质，更能觉醒专属属性。刘浩修风系，身法剑术出众，无奇修暗系，擅长持久战俯视对手，萧明身怀稀有火系与土系，既能炼丹又能扮猪吃虎。而我觉醒的天道金芒与帝王子气，更是凌驾万法之上，自带君临天下的气势。我试探过他的经脉，料定他日后觉醒的会是极为霸道的雷系。那开脉境之后是什么境界？能做些什么？李思宁满眼好奇，追着问起修炼境界。开脉境之后是凝元境，你到达这个境界后，就可以储存天地灵气在经脉之中，可以使用你所觉醒的能力，也可以进一步强化其他经脉。那凝元境之后又是什么境界？有什么特殊的能力吗？凝元境之后是元神境，你可以启动元神。我俩围着修炼话题聊了许久，见货插科打诨。我对他的修炼本就没什么要求，全当让他消遣玩乐。直到下午，李思宁才突然想起一事，歪头问道：
哥，今天你不去约会吗？怎么留在这里陪我妹妹不行？我笑着反问。当然可以了，那今天你就是我的了。李思宁猜到几分缘由，却也没有杀风景多说。我早已收到消息，楚若烟被太后召入宫中，想来是太后要给她立后宫规矩，暗中拉拢。楚家本就依附太后，楚若烟即便听话，也绝不会做出伤害我的事。毕竟我俩也有感情基础，日后稍加相处，便能彻底收服。朝中众人大多低估了我的皇权，先皇留下的禁卫太监皆是忠心耿耿，太监总管崔公公、禁卫军统领李思兴等人，无需我吩咐，便会将宫内宫外的消息尽数禀报，一心做个忠臣。至于赵文渊、郭破云这类臣子，只要安分听令，我也懒得刻意清算。摊牌胜者实力之后，本就无人敢轻易造次，我也乐得清闲，好好休整了一日。另一边，楚若烟傍晚才返回楚府，全府上下都认定她入宫为妃已是板上钉钉，就连太后侄子都主动登门交好。以往楚家家主想见她一面都难如登天，如今总算扬眉吐气。他反复叮嘱女儿，入宫后务必谨言慎行，听从陛下与太后吩咐。楚若烟突然反问，要是陛下和太后的话相反，我该听谁的？楚家家主当场愣住，连忙起身环顾四周，确认无人后才压低声音，我们楚家之所以能在帝都站稳脚跟，多亏了太后的照顾，可陛下现在非常强势，连御夫子都下跪臣服。楚若烟微微一愣，疑惑道，爹，你这说了和没说有什么区别？楚家家主暗自叹气，只觉女儿阅历太浅，这番模棱两可的话，便是教他两边不得罪的生存之道，这便是大智若愚。他转而问起太后召见的细节，楚若烟顿时支支吾吾。他一下午根本没听太后讲半句规矩，目光全程粘在太后身上，满心都是容貌与身形的焦虑，甚至暗自揣测我的喜好，压根没留意太后的叮嘱，只能含糊道，我没听懂太后说什么。楚家家主反倒惊喜夸赞，对，真聪明，就是这个不明白的态度，你不是学得很好吗？楚若烟一头雾水，也不再纠结，只盼着萧明切勿乱来。他如今满心都是我，早已断了私奔的念头，只想早日了断与萧明的纠葛。帝都7环的破旧密室里，萧明正处在突破破虚境中期的关键节点，项链中的圣者残魂刻意用楚若烟的事刺激他，换作旁人早已破关失败，可萧明靠着满腔不甘与执念，竟硬生生突破成功，短短数日便达成旁人数月乃至数年的修为，连圣者残魂都暗自感慨，屈辱远比丹药更能催他奋进。萧明强压着报喜的冲动，默念还有4天，便再度埋头苦修，彻夜未眠。这一夜难眠的还有刑部尚书冯怀，他作为先皇旧部，手握刑部重权，人脉遍布帝都，此前仗着先皇恩宠，手握调动禁军自由出入皇族庙宇等诸多特权，可我登基后查实他滥用职权，尽数撤去其特权，让他满心怨怼。当晚，他召集一众同样不满我的先皇旧部，在府邸私会，众人借着酒劲缅怀先皇，继而对我破口大骂，皆是觉得我不懂人情世故，不配为帝。酒过3巡，冯怀终于道出真实目的，拍而起，诸位，先皇待我们不薄，我们也不能看天策王朝就这么沉沦下去。李晨那小子很显然不是当皇帝的料，他日等二皇子归来，我定住他一臂之力。诸位意下如何？在场朝臣皆是一惊，冯怀老谋深算，绝非冲动行事。众人料定顶天上人定会出手帮李显，毕竟那是老牌圣者，我这个新晋圣者根本不是对手。有人满心赞同，也有人心生怯意，不愿卷入皇位纷争。可察觉到门外冯怀布置的高手气息，众人明白已是骑虎难下，只能被迫签下投名状，与冯怀绑在一条船上，稍有背叛，便是满门抄斩的下场。太后寝宫之中，她身着薄纱侧卧，身姿曼妙，对楚若烟的乖巧很是满意，只觉得这姑娘眼神真诚，毫无心机，是个可塑之才。心腹宫女送来李显的密信，信中李显试探太后态度，隐晦表明要回京夺位，既想拉拢太后，又不愿被她拿捏。心腹宫女轻声询问主子，那我们要帮谁？太后打了个哈欠，慵懒地说道，比起老二，我其实更喜欢老六，一顿火锅的情分，她始终记在心里。心腹宫女点了点头，又问，那我要把消息告诉陛下吗？太后反问道，你告诉陛下，那你是要去帮他解决吗？宫女顿时语塞，她深知我的性子，谁出难题便让谁解决，兵部尚书至今未归，便是最好的例子。那么主子的意思是？太后闭上眼眸，淡淡的说道，我们没必要主动下场，但要做好两手准备，多给老六准备一些。他要的从不是权势，而是掌控我这位圣者皇帝的快感，把一尊圣者帝王握在掌心，远比权位更让他着迷。他要等我主动求他，才肯出手。天眼神宗内，李显收到心腹风无痕的情报，得知冯怀投靠太后态度模糊，更得知我逼得御夫子跪拜，顿时喜出望外，认定这是天赐良机。他立刻吩咐风无痕准备拜帖，要即刻回京拜访御夫子，无需御夫子动手，只需发动天下读书人造势，贬低我推崇他，便能让他登基时顺理成章民心所向。在他看来，御夫子受我折辱，必然会与他联手，这局他稳赢不输。他甚至已经开始忽略我，转而谋划登基后对付三皇子。殊不知三皇子早已勾结周边强国，不惜割地换取支持，野心勃勃。两位皇子都以为仅凭势力便能压过我，全然忘了圣者实力的绝对压制，一心盘算着王朝内战的布局，认定这场较量必定旷日持久。我在皇宫闲逛散心，夜色渐深，途经东侧时，突然察觉到一丝微弱却阴邪的气息波动，绝非正统功法所有，转瞬即逝，却逃不过我的圣者感知。先皇驾崩，疑点重重，我早便怀疑后宫有人修炼邪术暗害先皇，只是一直未曾找到线索。这股邪气恰好给了我突破口，我循着气息隐匿身形，一路来到冷宫，这座关押后宫失意之人的地方。围墙高耸，青苔藤蔓缠绕，满是萧瑟破败。望着冷宫深处，我脑海中浮现出尘封的往事。五皇子李然
曾是皇族万年不遇的先天道胎圣体，天资冠绝朝野，9岁便能比肩太子文涛，修炼天赋远超2皇子，兵法谋略更胜3皇子。先皇对他宠爱至极，一度被视作储君不二人选。其母妃更是权势滔天，险些撼动太后之位。可5年前，李然被诬陷与先皇宠妃私通，现场竟有太子2皇子、3皇子与太后作证。常年驻守边关的3皇子恰好回京，本就疑点重重。先皇盛怒之下，挖去李然双眼，挑断他手脚经脉，将他淹进冷宫。其母妃也郁郁而终，一代天才就此陨落。我始终觉得此事是阴谋陷害，只是当年我一心苦修，未曾深究。如今想来，这场宫斗冤案处处透着蹊跷。我缓步走到一间破旧屋舍门前，屋内立刻传来虚弱阴柔的问讯：“谁？”“是我，李晨。”“老六，难道你也被陛下关进来了？”“没有，我路过而已。”李然许久未曾与人交谈，絮絮叨叨劝我早日讨要封地，远离皇宫是非之地，话语间满是沧桑苦涩，说自己只是太久没说话，才多言几句，让我离开后别提见过他。我淡淡开口，直接打破他的预想：“那如果我想当皇帝呢？”屋内瞬间陷入死寂。李然显然没料到我有这般野心，可他身负血海深仇，执念不灭，即便手脚经脉尽断，也靠着逆天天赋创出无需经脉的邪功，方才便是突破时不慎泄露气息。他沉寂片刻，声音沙哑开口：“别怪我没提醒你，这条路可没办法回头。放心吧，你都不怕我怕什么？”话音落，我直接推门而入，要揭开这冷宫里藏了5年的秘辛。屋内没点灯，一片漆黑，好在偶有工人打扫，倒不算脏乱。我和李然简单交谈几句，他便直言想坐稳皇位，实力与心腹缺一不可。他如今沦为废人，母妃离世后旧部早已散尽，唯一能帮我的便是一批秘藏资源。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母妃生前搜集的稀世珍宝，藏在一处只有母子2人知晓的秘境。这些资源足够我提升实力，培植心腹。他只盼我日后能分他些许，助他复仇。如果你和我合作，我可以告诉你这地点在哪。其实我也没资格和你合作，我现在算是在求你帮我。李然姿态放得极低，满心苦涩。他清楚，即便我拿到资源反悔，他也毫无反抗之力。算了，不逗你玩了。我现在是皇帝，而且是圣者境。刚刚路过，察觉到这里有人在练邪功，就过来看看。我语气平淡，这番话却如同惊雷，炸得李然愣在原地，半天回不过神。他本以为我和他一样是落魄皇子，共谋出路，谁知我早已登顶圣者之位，还坐上了皇位。巨大的落差让他半晌说不出话，直到我散出一丝圣者威压，他才彻底确信，再无怀疑。良久，他才哑声开口：“那你跟我说半天干嘛？”我耸了耸肩，回道：“我无聊呗。”你李然憋得满脸通红，碍于自幼教养，终究没说出脏话，只怔怔追问：“你真是皇帝？骗你干嘛？”太子前段时间暴毙，其他皇子都在外面躲得远远的。前几天陛下也出问题，驾崩的竟然这么快。太后就说什么国不可一日无君，非要让我当皇帝。我寻思着，我都圣者境了，怕什么？就答应了。然后呢？他们没为难你。我简要讲了首日朝堂李显闹事震慑御夫子的过往。李然听罢放声大笑，满是解气，只可惜眼盲，无缘见到那些权臣狼狈的模样。笑罢他又疑惑：“你既然知道我修炼邪功，就不打算收拾我？你可是皇帝啊，你修炼邪功不就是想报仇？又不是我害的你，我管你干嘛？”我淡淡开口，早前故意试探，本就是看他心性。况且他修的邪功只靠自身负面能量精进，从未害过人。若是嗜杀的邪功，我根本不会给他开口的机会。行吧，你现在是皇帝，我更是没资格和你谈什么条件。兄弟，我的天赋你也知道，你给我弄点资源，以后我到圣者境给你当打手怎么样？李然抛出唯一的筹码，满心忐忑：“都兄弟，你说这些就见外了，你爱去哪就去哪，问题不大。”我随口应下，李然反倒百感交集。皇族子弟向来尔虞我诈，我不敢尽杀绝，已是他不敢奢求的善待。他当即立誓：“我知道你不喜欢麻烦的事情，以后你的麻烦我都会解决。什么老2老3，你是皇帝不好动手，会背负骂名，都交给我吧。”我轻咳一声：“太后就算了，我和她暂时没什么矛盾。”李然立刻露出一副了然的神情，笑道：“我懂，太后的势力我会帮你扫除，她就留给你自己享用。”我闻言一愣，虽觉他误会颇深，却也没反驳。这个提议倒也不算差。见我不说话，李然又沉声提醒：“你别小看了太后，我娘当初和她斗的时候，调查过她，她好像和前朝余孽有关系，只是找不到任何证据。前朝权贵当年靠吸取活人精血修炼延寿，引得天下大乱，才被我李氏推翻。”我挑眉问道：“你是说先皇的死可能和太后有关系？”“不一定，混入的后宫里前朝余孽可不少，如今世勋贵胄多是前朝旧部，我李家能起义成功，也少不了他们的投靠。后宫诸多妃嫔，皆是这些世家的人。”李然又讲了当年前朝覆灭藏书阁秘辛，直言后宫暗流涌动，太子与先皇之死绝非偶然。他还提及前朝留有5本地龙圣经，既能克制各类邪功，又能强身健体，是克制前朝余孽的关键。我当即拍他肩头：“兄弟，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只要你能办妥，咱哥俩就是过命的交情。”这一夜相谈，我彻底摸清了帝都的复杂局势，连李然都感慨：我对朝局一无所知，竟能安稳登基，实属侥幸。可于我而言，圣者实力在手，这些阴谋算计本就不值一提。他再三提醒我提防前朝余孽李显与3皇子，我却毫无波澜，只淡淡开口：“无所谓，想弄死我的人太多了，可真正有这个能力的，我还没遇到。那老2和老3呢？他俩估计要明着抢你皇位，抢呗。”我又没把他俩放在眼里。我很好奇，你为什么当皇帝？我没当过皇帝，就当着玩一下。怎么了？李然沉默许久，叹道：“难道这就是圣者境的快乐吗？”我轻笑道：“嘿嘿，圣者境的快乐你根本想象不到。”李然顿时语塞，满心无奈。天色渐深，我起身准备回宫。天色不早了，你要没事的话，我就回去休息了。李然连忙开口：“
等下，你能放我出去吗？他不想再困在这冷宫之中，虽眼盲，却练就了远超常人的感官。说着便起身想证明，不料一头撞在柱子上，模样窘迫。他运起邪功，周身散出特殊能量，周遭景物尽数印在脑海，这才平稳行走。还得意问道：“想学吗？”我摇头回道：“不了，我有眼睛。”李然再度语塞，满是憋屈。刚出冷宫，李然便察觉有人靠近，听脚步声判断是太监，想躲回冷宫，我却直接扬声喊道：“崔公公，你过来！”崔公公快步上前跪地：“老奴参见陛下，请问陛下有何吩咐？”我指了指冷宫方向：“老五你也认识，他想要出去，又不想被人知道，你安排下。”崔公公满心震惊，却不敢多问，当即领命，待心腹将李然接出，为他换上太监服饰，悄无声息送出宫去。我拍了拍李然肩头：“慢走，有空常来，记得咱俩的约定。”李然躬身行礼：“谢陛下，臣一定不负所托。”目送我离开后，他才随崔公公离去，百感交集，从未想过自己能这般光明正大走出冷宫，心中暗下决心，必定寻回地龙圣经，不负我所托。次日清晨，我准时踏入朝堂，素来只晚不早，朝臣们早已等候，三三两两议论纷纷，有人盛赞我昨日震慑御夫子之举，也有人私下提及昨夜刑部尚书冯怀府邸的异动。宰相赵文渊面色沉静，一言不发。武将之首郭破云尚在禁足，并未到场。陛下驾到！随着唱热声，群臣跪地行礼。我缓步坐上龙椅，周身懒散之气未减，威严却更胜往日。首个奏事的是户部尚书柳宁汉，他直言当下军费开支过大，边关与各地驻军耗银无数，国库即将入不敷出，恳请裁撤闲置军队，缩减开支。此言一出，朝堂瞬间炸开，武将们纷纷怒斥，直言裁军会动摇国本，若北方王庭来犯，无人抵御。文武双方争执不休，各执一词。我冷眼旁观，待争吵稍歇，才看向赵文渊：“宰相怎么看？”赵文渊无奈出列，沉声道：“陛下，以臣之见，可以北伐，既解决军费冗余，又能震慑外敌，一举两得。”我当即颔首同意，择日北伐。文武百官瞬间牺牲，武将们纷纷请缨，斗志昂扬。消息传至北方王庭与边关三皇子处，二人皆是大惊，全然没料到我动作如此之快。北伐之事刚定，御史中丞张安仓手持护板出列，声如洪钟：“陛下，微臣有本要奏。”我抬手示意，讲。张安仓直指刑部尚书冯怀，怒斥他查办太子薨事一案半年，毫无进展，敷衍塞责，恳请陛下追责。冯怀从容出列辩解，称案情复杂，自己从未懈怠。双方当庭争执，互不相让。我冷声开口：“冯怀，朕再给你3个月时间，务必找出真相。张安仓，朕与你查阅刑部卷宗，监督此案，本是两全之策。”冯怀却当即抗旨，抬出先皇施压，称刑部重地，外人不得插手，指责我此举儿戏。我眼神一冷，语气带着杀意：“你再说一遍试试。”冯怀依旧执拗，高声道：“陛下，非臣有意顶撞，实乃先皇所托，不可儿戏。”好，那朕送你见先皇去。话音刚落，我随手一抬，一股精纯圣者之力破空而出，只听砰的一声巨响，冯怀身体瞬间炸裂，连一丝反抗余地都没有，血雾弥漫朝堂，周遭群臣见得满身血迹，吓得魂飞魄散。我神色淡然，仿佛只是做了件小事，对着赶来的禁军统领李思兴道：“没什么，就随手杀了一个不听话的，你叫人来把地拖了就行。”李思兴心惊胆战，领命清理现场。群臣更是噤若寒蝉，方才还敢争执的文武百官，此刻连大气都不敢喘。我看着瘫倒在地的文官，随口道：“明明我都已经把威力降到很低了，你们怎么还坐在地上？下次我动手的时候尽量再放低点，都快起来吧！”群臣闻言更是惶恐，深知我胜者实力深不可测，再也无人敢忤逆半分。昨夜与冯怀勾结的臣子更是吓得浑身发抖，暗自盘算着退身之路。我看向赵文渊，刑部尚书一职关乎国家安危，不可久悬。赵爱卿可有合适人选推荐？赵文渊稍作思索，出列举荐刑部主事庞静，称其勤勉刚正，屡破大案，且无党派依附，堪当重任。我当即准奏，擢升庞静为刑部尚书。满朝文武无人敢有异议。冯怀被我当庭灭杀的消息迅速传遍帝都，太后得知后既惊且叹，更贪料我这份胜者实力里显，得知自己刚拉拢的助力被瞬间拔除，终于正视我的实力，却依旧坚信师傅顶天上人能稳赢禁足在家的郭破云。得知北伐与冯怀之死，再也按捺不住，一心想请战出征，派儿子郭振威入宫求见。可郭振威赶到皇宫门外，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数百名武将云集于此，个个披甲请战，炒作一团，皆想争取北伐战功。崔公公守在宫门，秉公行事，无论何人疏通送礼，一概以无陛下召见为由拒之门外，半点情面不留。禁军很快赶来清理现场，我淡淡吩咐统领李思兴处理残局，满朝文武噤若寒蝉，再无一人敢多言。早朝便就此收尾，我径直返回御书房歇息。宫外，郭振威在宫门口碰了一鼻子灰，还遭一众武将当众嘘声嘲讽，苦等无果后，只能悻悻折返大将军府。郭破云得知消息后满心烦躁，他身为武将之首，本有资格面圣请战，可眼下正处于禁足期，贸然违抗皇命入宫，只会触怒我延长禁足时限。他在院中来回踱步半晌，当即对着郭振威吩咐：“你快去一趟宰相府。”郭振威满脸疑惑，当即问道：“去宰相府干嘛？咱们和宰相可不熟啊。”哎，你不懂，这个阶段能见陛下，陛下能够听得进话的，也只有他了。我明白了，父亲，我这就去。郭振威不敢耽搁，立刻动身赶往宰相府，全程奔波，连片刻喘息都没有。此时皇宫御书房内，新晋刑部尚书庞静与御史中丞张安仓正跪地候着，二人皆是我特意召见，才有资格踏入御书房。其中庞静内心最为惶恐，
他身材干练，话少务实，我每问一句他都答得具体详实，绝不拖沓。这份沉稳干练让我十分满意。反观被我灭杀的冯怀，只会满口官腔套话，实打实的官场蛀虫，半点实事都办不成。我看着二人，淡淡吩咐：你俩就好好配合，争取把这件事情查得水落石出。遇到什么阻碍的话，你就来找我。我对太子本无太深感情，查案一是给朝野上下一个交代，二是借机考验庞静的办事能力，看看他是否担得起刑部尚书之职。陛下，微臣张安苍领旨谢恩，请陛下放心。对于太子殿下之死一案，微臣庞静定当竭尽全力，倾尽所能，以求真相大白，不负陛下所托。二人领旨谢恩后，我挥手让他们即刻退下，能安然无恙从我的御书房离开，已是格外恩典。要知道此前不少大臣都是被禁军抬着出去的。返程路上，庞静与张安苍简单寒暄，快速敲定后续合作查案的细节。张安苍一心只为查明太子死因，别无他念。庞静则满心感慨，自己清晨还在刑部当值，突然就听闻冯怀顶撞我被当场灭杀，紧接着又被赵文渊举荐为尚书，升迁来的猝不及防。他早年间参与过太子案现场调查，早已发现现场被专业手法清理干净，断定是刑部内鬼所为，且大概率是中层官员。如今他手握重权，又有我撑腰，决心彻查到底。只是查案前，他打算先登门拜谢赵文渊的举荐之恩。此刻宰相府内，赵文渊正品着清茶，郭振威早已赶到，将郭破云恳请出征北伐愿战死沙场的诉求悉数告知，言辞恳切至极。赵文渊放下茶杯，语气平淡的提点：回去告诉你爹，让他想想自己怎么被禁足的。他心里清楚，北伐筹备尚需10日，届时郭破云禁足期满，自能在朝堂主动请战，没必要此刻贸然触怒我。况且我用人全凭心意，旁人根本干预不得。赵文渊早已摸透我的性子，只要臣子安分守己，不忤逆皇命，我便不会刻意为难。比起先皇的猜忌制衡，我反倒更好相处。他也索性一心做个忠臣，不掺任何党派纷争。郭振威刚悻悻离去，庞静便登门拜访，一见面便躬身行礼：下官庞静拜见宰相大人。赵文渊端坐不动，语气客气却带着疏离：庞大人怎么有空来我这个地方？赵相，今日早朝之上，多谢您举荐之恩。庞静先是郑重谢恩，随即又委婉表明自己只懂断案办案，不通朝堂权谋，绝不会结党营私，言语间既表感激又划清界限，生怕引来误会。赵文渊朗声笑道：哈哈，都说你是个直肠子，我觉得你这不是挺聪明的吗？你说的没错，你只需要效忠陛下就行，其他的不要多想。谢宰相大人指点。庞静不敢多做停留，当即告辞离去，生怕举动引来猜忌，传到我耳中惹来祸端。赵文渊举荐他，本就是看中他出身猎户家庭，无党派依附，底子干净，且断案能力出众，满朝官员的底细，他早已过目不忘，烂熟于心。庞静走后没多久，御书房突然响起一片哭声，6位大臣一进门便跪地痛哭，连连磕头请罪，吵得我头疼不已。我皱着眉不耐烦呵斥：你们说话呀，哭个什么？能不能告诉我是谁死了？众人这才止住哭声，其中一位大臣跪地向前，将昨夜被冯怀逼迫签下投名状归顺二皇子的事和盘托出，再三声明自己是被迫而为，绝无背叛之心，还补充说冯府外部满刀斧手，他们根本无力反抗。我撇了撇嘴，满不在乎地说道：我还以为太子是你们杀的，来我这自首求放过，就这种小事还来我这哭半天。这话吓得6位大臣脸色惨白，连连磕头求饶，生怕我降下重罪。我本就没把二皇子和这点小事放在眼里，随口说道：你们以后做事情对得起这身官袍就行，下不为例。6人闻言瞬间感激涕零，又忍不住哭着谢恩。我被吵得愈发不耐烦，直接挥手：你们最好在我没改变主意之前赶紧滚。众人不敢多留，连滚带爬地退出御书房，其中一位腿脚发软，还是被旁人直接拖了出去。处理完这些琐事，我也懒得再批阅剩余奏折，伸了个懒腰便起身离开御书房。刚走到寝宫门口，还没来得及推门，一道倩影便从门内飞奔而出，径直扑进我怀里，柔弱无骨的身躯紧紧贴着我，淡淡的清香萦绕鼻尖。朝堂上的疲惫与烦躁瞬间一扫而空。怎么，今天的功课做完了吗？我捏了捏李思宁柔嫩的小脸，故作严厉的开口：2根经脉的强化已经完成。累死我了吗？我给他安排的修炼任务本就简易，加之他天赋出众，每月强化2根经脉对他而言毫无压力。余下的时间，这丫头要么贪玩，要么就黏着我不放。我素来对她上心，当即仔细检查她的经脉，生怕她贪玩赶功练错。此刻正是打基础的关键时期，稍有马虎，后期催动脉数极易损伤经脉，甚至有断裂风险。从头到脚查完一圈，察觉到她经脉内仅有一丝略微狂暴的能量流转，我才算彻底放心。估摸再过几日，她便能参加觉醒仪式，顺利踏入开脉境中期，我也能继续推进系统任务。任务期限60天，想来是给足了准备时间。野生秘境既能获取修炼资源，也是修炼者打磨实战能力的试炼场。同等级对决中，战斗经验往往是制胜关键。哥，我想回去一趟。他本住在宫外，如今要搬进宫里，自然得回去收拾私人物品。行吧，我陪你一起去。好爷，我向来宠这个妹妹，下午本就无事，陪她走一趟也无妨。与此同时，帝都9公主府邸附近早已埋伏了数道身影。自从我与北方王庭使臣闹翻，阿尔泰与阿塔德便密谋掳走9公主，可一连等了数日，9公主入宫后再没回过府邸。阿尔泰身负任务先行返回王庭，留下弟弟阿塔德带人死守。2人早已规划好出逃路线，只等抓到人便火速赶回王庭，届时非但不会受可汗责罚，还能领重赏。这天，宫门外眼线传来消息，9公主车驾终于离宫。阿塔德激动不已，满心想着见识传闻中国色天香的9公主，甚至泛起几分邪念。只是碍于这是可汗点名要的人，不敢过分造次，只盘算着占点小便宜。他正紧盯皇宫方向的街道，一名女子突然拦在身前。这女子皮肤白皙瓜子脸，五官精致又自带英气，算得上难得一见的美人。
人，可他身上的官差服以及身后随行的一队衙役，瞬间让阿塔德僵在原地。根据群众举报，你们几个在这一带游手好闲，麻烦跟我回衙门接受调查。来人是林月娥，今年刚从星火战斗学院毕业，成绩优异，再加上与我有旧，被礼部尚书严海举荐到帝都府衙，凭着过硬实力当上了捕头。虽说只是辖区治安小队队长，可九公主府邸恰好归他管辖。接到群众举报后，他立刻带队前来巡查。这片区域住着众多皇族与勋贵，财物众多，他从不敢懈怠。在他看来，长期在这一带徘徊的人，多半是踩点图谋不轨。阿塔德彻底懵了，他蹲守数日都没暴露，偏偏今日被举报，实则是他连日徘徊，早已引起附近百姓疑心。他本就是王庭之人，一旦被抓，根本无从辩解。正眼神闪躲想溜，一把寒光凛冽的长剑已然架在他脖颈上。林月娥出剑速度快得让他心惊。阿塔德与刘浩同为破虚境巅峰，林月娥气息同样是破虚境，外加一众衙役在场，他没把握快速脱身，若是被缠住引来高手，更是百口莫辩，只得暂时隐忍，打算先配合被带走，再寻机会图谋掳走公主。最终，阿塔德与2名手下被衙役押走，余下同伙潜伏暗处，伺机营救。林月娥带人离开后不久，我与李思宁的车马恰好经过此地。阿塔德倒是该庆幸自己提前被抓，若是敢对李思宁动手，以我的性子，绝不是审问这么简单。府衙内，任凭林月娥如何审问，阿塔德都一口咬定自己只是闲逛，还嚣张索要证据，甚至仗着使臣身份，审问时把腿翘在桌上，态度恶劣至极。他深知朝堂之上不敢放肆，可区区府衙他根本不放在眼里，笃定属下会制造外交压力，只要没实证，林月娥不仅要放他走，还得低头道歉，满心等着看这位冷傲捕头服软的模样，脸上满是戏谑，全然不知我早已敲定北伐事宜，消息尚未对外公布，届时他的使臣身份将毫无意义。一下午的审问让林月娥憋了一肚子气，他刚入职不久，便处处碰壁，管辖区域内的皇族勋贵权势滔天，就连府衙总督总捕头都要低头讨好。此前还有藩王世子仗势调戏他，他人微言轻，只能一再隐忍。本以为抓到可疑人员能攒些业绩，报答我的栽培之恩，没想到对方竟是王庭使臣，还被对方以外交压力威胁。一旁老衙役都劝他道歉放人，可他自觉依规办事，并无过错，满心委屈。走出牢狱，他长叹一声，却并未放弃，坚信阿塔德连日蹲守必有阴谋，当即打算返回抓捕地点重新探查。时至黄昏，余晖洒满帝都权贵街区，镀上一层暖金。林月娥身着紧身劲装，腰悬佩剑，步伐坚定地走在这片高墙耸立、侍卫森严的街区，望着一座座巍峨府邸，他忍不住感慨：以自己微薄的薪水，想在这片寸土寸金的地段安家，根本是天方夜谭，顶多只能考虑6环外的偏远地段，甚至萌生了攒钱回乡养老的念头。随即又拍醒自己，刚入职便想这些太过荒唐，唯有踏实做事，才能不负栽培。打定主意先加班查完此案，可麻烦接踵而至。他刚到抓捕地点附近，一阵嘈杂声打破宁静，循声望去，只见满身酒气、衣冠不整的藩王世子徐子峰带着一众手下摇摇晃晃走来，周身还混杂着胭脂水粉的气息。自打林月娥上任，这徐子峰便屡屡调戏滋事，甚至闯到府衙捣乱，让他烦不胜烦。本想避开，却还是被对方撞见。徐子峰一见他，眼中立马泛起淫笑，开口便道：“你看，缘分就是这么妙不可言。林捕头是刚下班吧？要不去我府上喝一杯？”他仗着身份，言语间满是强迫之意，正欲动手拉人，一道身影突然挡在林月娥身前。来人是勋贵子弟薛武，素来正直，对林月娥一见倾心，恰好路过撞见这一幕，当即带人上前解围。薛武为人老实，不懂花里胡哨的追求手段，此刻却满心感激徐子峰给了自己英雄救美的机会，想着收拾对方，便能博得林月娥的好感。薛武当即怒斥：“徐子峰，你身为藩王世子，本应恪守法纪，为百姓表率，却在此处横行霸道，调戏官差，简直是无视国法，目中无人。”徐子峰满脸不屑，仗势回骂：“我就调戏了又怎么地？你爹来了都管不了我，你薛武又算什么东西？在这帝都，还没有我徐子峰不敢做的事，请你注意你说话的态度。你可以说我，但不要说我家人。哟，难道你那废物爹没教你？没本事别出来乱叫！”这句话精准戳中薛武的痛处，他自幼崇拜父亲，当即气得脸色铁青，一声令下，手下便与徐子峰的人混战在一起，拳脚相交，兵器碰撞，整条街瞬间喧闹起来。林月娥站在一旁进退两难，既感激薛武解围，又怕事态闹大难以收场，双方都是他惹不起的权贵，此事一旦上报，他势必又要受责罚，满心头大。旁人都以为薛武实力更强，殊不知徐子峰是扮猪吃虎，他父亲是手握重兵的镇南王，他自幼实力强悍，早已达到陆河境中期，天生神力，天赋卓绝，甚至能越级挑战。当年先皇忌惮镇南王，将他扣在帝都当质子，他便故意装作纨绔子弟，流连风月寻衅滋事，只为降低皇室戒心，实则暗中培养势力，伺机与父亲里应外合谋夺大业。他故意辱骂薛武父亲，激怒对方，假意缠斗片刻，便身形如鬼魅般突袭，一掌将薛武击飞，薛武重重摔在地上，痛苦不堪，全然没了此前的气势。徐子峰居高临下，轻蔑踢了踢地上的薛武，嘲讽道：“没实力就不要英雄救美，连我都打不过，真是废物。”林月娥见状心头一紧，没想到这纨绔子弟实力如此强悍，正想抽身离开，肩膀却被徐子峰死死抓住。“月娥，我也不为难你，陪我喝点酒就行。”他一脸霸道，自认女人都会臣服于强者，还盘算着将林月娥收为己用，当作眼线。林月娥奋力挣扎，
刚开口怒斥，动作却突然僵住，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徐子峰身后，一只手轻轻搭在对方肩上，徐子峰瞬间动弹不得，如同被死死锁住。徐子峰猛然回头，瞧见对方的容貌，本就因好事被搅恼怒，此刻更是气上加气，怒吼道：“居然敢对我动手！你知道我爹是谁吗？”他话音未落，我反手一巴掌，如同拍飞苍蝇般将他狠狠抽飞。徐子峰重重砸在地上，当场昏厥，嘴角渗血，狼狈不堪。周遭瞬间死寂，一众手下全都目瞪口呆，不敢相信嚣张跋扈的徐子峰会被人一招制服。我站在原地纹丝未动，仿佛只是做了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在这天策王朝，我打人从不在意对方背景，毕竟再硬的背景也硬不过我。我本在李思宁的府邸闲逛，察觉到这边强烈的脉数波动，便过来看看，没想到撞见了熟人。徐子峰的手下率先反应过来，为首一人指着我颤声喝道：“你干了什么？我们家主子可是镇南王世子。”林月娥这才回过神，当即跪地叩首：“微臣林月娥参见陛下。”此言一出，全场所有人瞬间吓得跪倒在地，就连地上忍痛的薛武都强撑着起身跪拜。方才指我的手下更是拼命磕头，片刻便头破血流，连连求饶。我随口开口：“都起来吧，不知者不罪。”随即挥手让他们滚蛋。这帮人吓得魂飞魄散，立马扛着徐子峰仓皇逃窜。我正想与林月娥说话，她的肚子却不合时宜地发出咕噜声。从中午忙到此刻，她早已饥肠辘辘，当下满脸窘迫。我顺势笑道：“我又帮你解决了麻烦，不请我吃顿饭吗？”林月娥喜出望外，连忙应道：“感谢陛下隆恩，微臣荣幸之至。”她带我去了常去的民间小馆，知晓我身份后，她举止格外拘谨，却又拿捏好尺度，不曾暴露我的身份。我吃惯了宫廷膳食，反倒觉得这民间小吃别有风味。席间看着她，随口夸赞：“这身衣服还挺合适你的，感觉像是为你量身定做。”林月娥连忙道谢：“谢谢陛下夸奖，要是没有陛下，我也穿不上这身衣服。”我看出她眉宇间的愁绪，便询问她工作近况，让她直言无妨。林月娥犹豫片刻，让店家上了酒，借着酒劲，才把入职后的委屈尽数道出。她依规办事，却因对方有权有势，屡屡被上司要求道歉。底层小吏在权力中心毫无底气，满心想着做出一番事业，却处处碰壁，甚至羡慕草根出身的庞静能成为众人敬仰的典范。我静静听完，递给她一块腰牌，开口道：“拿去感受下权力带来的快乐吧。”林月娥当场愣住，那是我专属的帝王腰牌，整个天策王朝仅此一块，持牌便如同我亲临。她双手颤抖接过，甚至掐了自己一把，确认不是梦境，忐忑问道：“可是陛下，我拿了您的腰牌，您怎么办？”我一时被问得呛了一下，用筷子另一头轻敲他的脑袋，笑道：“我是皇帝，我还要用这东西去证明我是我吗？”林月娥满眼受宠若惊，追问：“我很好奇，陛下为什么要帮我呀？我帮你不是很正常吗？你当学生的时候是我的子民，我帮你理所应当。你工作了，我是你的顶头上司，也是你的靠山，自然也会帮你，不是吗？”我本就是随性而为，见他刚入职场满怀壮志，却屡屡受挫，恰好有能力帮一把，也想看看他手握权力后会如何整顿这片乱象。酒足饭饱后，天色已黑，我起身离开，让他不必相送。林月娥望着我的背影，只觉得周身都被光芒笼罩，在他心里，我便是世间唯一的依靠。握着腰牌，连日的委屈一扫而空。我回到九公主府邸，随即乘车辇返回皇宫。李思宁连忙凑过来，满眼期待地问：“哥，你刚刚去哪了呀？吃晚饭了没有？要不要我给你做一些？”看着他摩拳擦掌的样子，我脸上忍不住露出一丝后怕，连忙拒绝：“别，我已经吃过了。也不是哥说你就老老实实修炼，别成天想着做点心。以前我差点被你毒死。”李思宁在制毒上天赋异禀，体质更是特殊，自带蚀骨毒体传承，能免疫毒素，甚至将毒素当作糖分摄入。早年未曾修炼，无法控制体内毒素，做点心时总会无意间掺入毒素，亏得我修为深厚，抗毒力强，才没出事。他委屈解释，只是想借着做点心亲近我。我看着他满眼期待，便开口：“要不然这样，等你修炼到破虚境，能够控制体内的毒素，再给我做如何？”李思宁当即满口答应。我未曾想到，这个我悉心培养的妹妹，日后会成为令天下修炼者闻风丧胆的毒雷修士，远程下毒配合雷法，又快又准，防不胜防。次日一早，帝都府衙，林月娥刚进门，总督与总捕头便急匆匆迎上来。总督满脸沮丧地叹道：“我的小祖宗爱，你看看昨天给我抓回来什么？”二人得知他抓了北方王庭使臣，对方已将事情闹到外交层面，礼部官员专程前来问责，若是处理不当，二人势必被降职罚薪。林月娥理直气壮地回应，自己是接到举报抓人，阿塔德连日蹲守九公主府邸，大概率是想趁我拒绝和亲后掳人，他是防范于未然，还连夜整理了对方的行踪资料，只是暂无实证。总督追问：“你有证据证明他们要绑架九公主吗？”暂未查明，不过你给我点时间。那就是没有，总不能等到他们做了，我们再去管吧。我是那一片的捕头，守护那片的安全是我的职责。周遭衙役都替他捏了把汗。总捕头见状连忙打圆场，点名若是真让对方掳走九公主，二人罪责更重。林月娥本就是依规办事，并无过错，总督一筹莫展。总捕头只得劝林月娥先向阿塔德道歉放人，再增派人手监视，毕竟阿塔德点名要他下跪道歉，否则绝不离开。林月娥冷哼一声：“我自己去处理。”说罢便朝着牢狱走去。总督与总捕头无奈摇头，只得紧随其后。刚到牢狱附近，便见礼部官员正劝说阿塔德出狱，阿塔德反倒故意刁难，扬言牢房舒适不肯走。一众王庭随从更是不断施压。瞧见林月娥，礼部官员与王庭之人立马齐声声讨，勒令他道歉。
阿塔德也满脸嘲讽，拿可汗施压，妄图逼他服软。林月娥冷眼环视众人，冷声开口：“你们说完了吗？那我可就要开始了。”话音刚落，他从怀中掏出帝王腰牌，玄金打造的腰牌泛着金光，龙纹栩栩如生，御赐二字苍劲有力，帝王威压瞬间席卷全场。原本喧嚣的场面戛然而止，众人定睛一看，全都吓得脸色惨白。礼部官员更是失声惊呼，认出这是陛下腰牌。林月娥高举腰牌，声音清冷坚定：“陛下所赐腰牌在此，尔等还不跪下？”全场众人瞬间跪倒在地，连连高呼万岁。此前嚣张的礼部官员与王庭随从全都瑟瑟发抖。林月娥心中畅快无比，冷眼呵斥：“这里是衙门，你们都给我滚出去！”众人吓得仓皇逃窜，全然不顾牢中的阿塔德。林月娥走到牢门前，看着满脸懵逼的阿塔德，开口道：“你不是喜欢待在这里吗？那你就一直待着。”随即又补充道：“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陛下已经宣布择日要和你们王庭开战，要是真的打起来，你可是要牢底坐穿。”阿塔德闻言，瞬间面如死灰，此前的嚣张荡然无存，连连跪地求饶，却再无人理会。他满心悔恨，却已是自食恶果，甚至开始期盼可汗能求和避战。林月娥走出牢狱，总督与总捕头满脸堆笑，想上前恭维，他抬手打断，叮嘱二人牢记衙役职责。二人连忙应承，再不敢有半分轻视。此后，林月娥手持腰牌巡查辖区，再无人敢仗势违法。以往调戏滋事的权贵子弟，全都避之不及。与此同时，镇南王府内，徐子峰缓缓苏醒，脸上与头部阵阵剧痛。他的小姨纪莲玉正坐在床边为他上药。纪莲玉是他母亲的亲妹妹，早年守寡，作为他在帝都的监护人，素来溺爱他。知晓他是扮猪吃虎，屡屡帮他收拾残局。徐子峰想起昨日被打的画面，怒火中烧，拍床怒吼要报仇。纪莲玉却轻叹道：“我看这件事咱们还是算了。”徐子峰愈发恼怒，执意不肯罢休。纪莲玉只得道出实情：“打你的是当朝陛下。”徐子峰瞬间僵在原地，这才明白对方为何无需自报家门，心底又惊又恨，却也深知此刻根本无法与我抗衡。他嘴上说着自有对策，安抚住纪莲玉，出门后却满心盘算，打算借着小姨与太后的交情，入宫打探我的喜好与软肋，伺机布局。可他刚上街，偶遇巡逻的林月娥，习惯性出言调戏，林月娥直接下令将他抓捕。徐子峰还想辩解，瞧见对方拿出的帝王腰牌，瞬间哑口无言。喜提7日监禁，有了腰牌撑腰，林月娥一口气抓捕了20名寻衅滋事、调戏官差的权贵子弟。府衙态度强硬，再也无人敢靠关系说情。大牢内一时间挤满了帝都纨绔，徐子峰身处其中，满心憋屈，却又无可奈何，转而盘算着拉拢林月娥，打探我的底细。另一边，新晋刑部尚书庞静府邸，庞静今日起得格外早，这是他首次参加早朝，换上尚书朝服后，气场比前任冯怀更足。昨日他回刑部赴任，本担心高层不服，哪知几人刚被我训诫过，对他格外恭顺。庞静满心感念我的恩宠，暗自发誓要恪尽职守。朝臣们纷纷向他道贺，他谦逊回礼，却因初登朝堂，不知自己站位，多亏御史中丞张安仓指点，才找到位置。他瞥见身旁地板留有印记，好奇询问，张安仓直言是前任刑部尚书出事的痕迹。庞静顿时语塞，周身压力倍增，尤其是身前宰相赵文渊的气场，让他这个新人愈发忐忑。伴着阵阵钟鼓之声，我身着龙袍缓缓步入大殿，全场百官瞬间肃然垂首，大气不敢出。